小薇，分手后一直没再联系，不知道你在哪儿，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，也不知道我过得算好还是不好。好像有些变化，又好像没什么变化。相识、恋爱、分手，似乎对我们都毫无改变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普普通通的活着，又竭力想证明自己并不普通，结果就是验证，我们的确很普通。我知道你把我拉黑了、删除了，你说过，对前任也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，就是拉黑加删除，记得次序啊。先删除就没有办法拉黑了，拉黑不删除，万一哪一天脑子突然进水了又给拉回来了，那就是给自己添堵。今天普普通通的今天，忽然想起你，可是小薇，我找不到你。流速太慢，粉至少多了2克，压粉力度又大。这杯会苦啊！你在说什么？咖啡啊，那哥们儿应该是个新手，我看他冲了好几杯，流速都不对，不是酸就是苦。啊，前面你问的问题我都听见了。杨正辉，30岁，摩羯座，B 型血，没房，但是有一辆2手车。不过前面那哥们儿开的奥迪你都看不上，那我这辆你肯定也看不上。我呢是个做视频的，算 KOL， 目前勉强10来万粉，收入不太稳定，好的时候1、2万，不好的时候1、2千。到目前为止我只用了1分半，你还有6分钟可以休息休息，我出去抽根烟啊。这是你的策略吗？又不是在酒吧搭讪，策什么略？那你为什么来相亲啊？啊，这玩意儿听说好多年了，很想来尝试一下。最近工作不太顺，得减减压。你拿相亲压力这么大的事儿来解压？我也没想到啊，谈恋爱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儿，谁知道这儿的气氛跟面试似的。不过我要是和我的女朋友在这种场合下认识，以后回忆起来也应该也挺无聊的。那你以前跟你女朋友认识的时候很浪漫吗？磅礴大雨，他在路边打不到车了。我骑着一辆川崎忍者路过，我问他要不要送你？说不定我不是坏人。说不定我是呢。那怎么分的？和相遇一样的突然。前面你都没问他们的过去，怎么对我感兴趣了？恕我直言，如果换做3年前，我会想跟你认识。实不相瞒，如果是3年前，我肯定觉得你很没意思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你前女友呢？分多久了？快1年了，我应该去找他。还爱着？不是，我就是想问问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。给你个建议啊，7号不错，他是全场唯一一个在服务员加水时会抬头说谢谢。谢谢。袜子也是最干净的，有钱的人教养都不会太差，就是会无聊。2号有钱，穿得很普通，他没戴表，但2次抬手看，说明他平常是戴的，故意摘了。然后他刚刚掏手机的时候，钥匙掉出来，开的是个宾利。有钱的人装穷啊，说明是个鸡贼的人。你是游戏 KOL 吧？咱们加个微信，带我上分啊。我呢是做悬疑推理、案件分析视频的，真相背后的逻辑，你肯定不感兴趣。哦，
这杯流苏可以，味道应该不错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你前女友呢？通知你一声，分手了。我觉得你不配。再见。今天做头发去了，回来早的话会播，晚的话就明天见啦。欢迎新进来的家人们，今天呢，大表妹将继续带你们打卡草绒市的美食。今天要去的是粉丝给我推荐的一家位于美食街的餐厅哦。欢迎新进大表妹直播间的宝宝们，粉丝给我推荐这家东西真的很不错。老规矩，来，家人们先吃哦。你看啊，咱们直播间的人数也一直在增长呢。富贵大表妹？你是我的粉丝吗？不是，之前我们见过，和小薇一起。谁？小薇，薇薇。家人们，有粉丝来线下了，稍等我一下哦。大哥，你有事吗？我这得上班呢。是我杨正辉。去年你和小薇在花市一起直播，我陪着去的，咱们俩还一起吃了个饭。你也是做视频的了是吧？对，就是我。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小薇？她把我拉黑了，她的朋友我都不认识，我就想起你了。这我做啥呢？我和他又不熟，就一对做了一会儿直播，他应该有1年没播了吧？家人们，真的很好吃哦。你就帮我个忙，帮我联系一下她，好不好？她的微信名字就一个薇字啊。咱们吃完这个，要不要再来碗冰粉呢？据说啊，这家的冰粉也是特别的好吃哦。陶木姐，我也没办法哈。要不咱们俩加个微信，回头她回你的时候，你就告诉她我在找她。咱们直播间呀，是一个魔法杖卡房馆，一个气球卡威，一个火箭卡所有。帮朋友个忙也收钱。谢谢大大的2个气球，谢谢。先加微信，我用微信转你。我多转了一个气球，你让我看一眼他朋友圈。你偷偷看，啥也没个，近半年可见。他不可能半年不发朋友圈啊。不行，你去找找别人去吧，我得上班了哈。那你认不认识什么他熟的朋友吧？你前女友朋友圈看不到了，你都报警说她失踪啊？你前女友叫啥子？小薇。全名VIVILN 薇薇。真名、身份证上的名字，还有身份证号。不知道。你女朋友你不晓得叫啥子名字？哪家人？她是哪儿的？我好像也没问过她。好大年纪了？她说她24啊，但是女孩子也年纪这种事儿，你们也懂的，她不一定准的。她做啥子工作呢？主播，也是个拍短视频的。转了好久了？1年多。好了多久？2、3个月。你1年前跟一个不晓得叫啥子名字，不晓得搞么子的，不晓得家在哪儿，连她好大岁数都找不到的姑娘娃儿，跟她分手了，把你拉黑了。1年之后，你说她失踪了。我知道你们肯定觉得我是一个神经病啊，但我真不是。我前女友很喜欢发朋友圈的，不可能半年什么都没有，这不符合逻辑。你就因为这个报案？我知道我不像你们是专业的，但我也不是业余的。虽然听起来不太合理，但有时候咱们办案需要是靠直觉。咱们？你找不到他人，你问下他朋友呢？我找了呀，就是他朋友给我看的他朋友圈，要不然我都被拉黑了，我从哪儿找的疑点？那他朋友为啥子不报警呢？报警根本就不熟，我报什么警啊？因为他不回微信，我就得报警。我天天几百条粉丝的信息都不回，那我是不是要判刑了呀？警察叔叔，那个人的脑子就有病，他做那种推理探视频的，做台中做魔怔了吧？他是不是拿你们做视频内容呢？喂！
要咋子？你们要是觉得我吸毒了，你们就拿去检测啊。这是我身份证，我要报警。杨泽辉，有不得你前女友这个人都不好说，没得真实信息魔法的案喽。你到底是做啥子嘞？我是做悬疑推理案件视频分析的，真相背后的逻辑。像他那样热爱生活的人，在社交平台上彻底消失了，就像之前的突然分手一样，本来每天都会联系，有天没有给你任何理由，就消失不见了。即便当时可能接受了，但看到他留下的东西，还是会想起这件事，这个人。我不相信任何没有缘由的事情，无论是突然的分手，还是他的突然消失。想知道背后的逻辑，就只能去找到它。曾老师，下午的颁奖活动，你还得发表一个获奖感言，以及部分作品的主题阐述。我知道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啊，曾老师，他把您的作品打碎了，你看怎么办？算我的，不用他赔。好，快，来人，赶紧把这收拾一下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其实那是个残次品，我一直都想把它砸了，还得谢谢你啊。没问题，这批明天交给客户吧。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这么有名，很好找的呀，曾杰老师。还是叫你曾杰大师。叫大师也显得我太老了吧？上次不小心打碎了你的作品，向您道歉啊。真的没关系，那就是个残次品。当时我出差，学生没注意就交给酒店了。其实我一直很想重新做一个，把它替换掉。可你说我又不方便到酒店直接把它给砸了，所以还是得谢谢你。我不懂啊，哪有残次？靠近底座左侧的部分有一个棕眼。什么是棕眼？就像橘子皮上的小孔，针眼大小。底座上谁能看见啊？但是我知道，曾老师是完美主义者。曾大师是。这里好有艺术感啊，是你自己设计的？有什么寓意吗？这只是一种表达而已。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如果太过直接，就会产生冲突。冲突呢，会产生破裂，所以冲突越大，破裂就越大。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通道也会变大，就像这堵墙一样，虽然它已经失去了完整的美感。失去美感，为什么还要做？因为这只是一种表达。人有审美，会被美和完整的东西吸引。可人也很残忍，消亡和
和毁灭同样会引起关注，所以有一个比美更令人心动的词，叫凄美。哦，这是制陶的过程吗？我只放了成品和制作这只杯子所需要的粘土。美的东西最初的样子，往往都很平庸。这么不起眼的一堆土，你能让它变得那么美，太厉害了！这个没有棕眼，没有，完美，趋于完美。这边是你工作的地方吗？人到了一定的阶段后，会很谨慎的交流，思想的成熟会让沟通变得更难，所以更多的时候，人会选择用不沟通来节约时间，或者说逃避烦恼。曾老师说话一定要这么有深度吗？如果我说话真的很有深度的话，你可能就听不懂了。你所听到的深度，是我选择用最浅显的语言来表达，因为我是老师嘛，所以我一定要有表达能力，不然我怎么教学生呢？怎么做你的学生？去考我的研究生啊，草原大学艺术系。不过，每年我只带3个，报考的过半。可以只跟你学做陶艺吗？这个是棕眼。为什么会有棕眼？在烧制过程当中，釉料不匀或者温度变化就会产生，通常还不到1毫米。那我算是残次品了。这个盘子是，你不是。你的眼里不是只有完美和残次品吗？趋于完美。那砸了吧。第一个作品是可以留下的。你的陶艺是在老李那儿学的，他那个培训班教单描。这你都能看出来？老李是我同学。哦，难怪，他们那挂有你的照片。他们用的粘土和我是在同一个地方买的。哦。一会儿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曾老师，我可没那么好约的。不过呢，我明晚有空，期待明晚吧。欢迎来到本期《真相背后的逻辑》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灰灰。今天要讲的是一起杀妻碎尸案——康氏碎木机杀人案。1990年9月，大灰灰，康氏凯利来到。我们现在在看的视频，还是有点意思嘛。我可关注你了哈，我们现在好多同事都在看。不觉得我是神经病啊？神经肯定是神经，不过不神经，咋可能做这么好嘛？那你们现在能相信我说的不？相信你啥子哦？哦，前女友嘛。大灰灰，没得真实信息是没法立案的哦。哎，立德。呀，又来了，大灰灰。我在你们这儿是不是很红啊？先吃。吃了吧，我请你。你的事儿我听同事说了，你说你做了那么多视频分析，怎么就不懂呢？1年前的事儿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报什么案？再说，如果你前女友真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早有人反映了。你不能因为人家拉黑你，你就说人失踪了。李队，之前别，叫李德就行。
我虽然之前不知道我女朋友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我是了解她的呀。首先，她不可能半年不发朋友圈；其次，她是做直播和视频的，她已经1年多没直播了，视频也快1年没更新了。说不定人找了一个正经工作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做视频怎么就不正经？哦，我是说人要找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呢。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你们愿意看我视频分析那些奇案，是因为我是有逻辑的。逻辑的另一面就是真相。你们都愿意相信我的逻辑，为什么不相信真相？你是警察，当逻辑出现疑点时，找到真相就是你的使命。你别绕我，没错，我是警察，但你得有个案子给我吧？行，你说你前女友失踪了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人家叫啥？刘薇。哟，想起来了，我查的。我呢，先找到了他家，然后等等，你这都不知道你前女友住哪儿啊？我们这些江湖儿女都是租房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都是去我那儿。后来我想起来有一次我送他回去，我就把手机里的叫车记录给找了出来。到了小区，我找到了他住的那栋楼。啊，这公寓不错。哎呀，租的。再凭着记忆想起了楼层。我给你发的这个你没看过？哎，到了。你可真不容易啊！是啊，到了3楼我才想起来他住在哪个房间。哎，先别关门。你干啥子？你找哪个？非常幸运，房东正好在家。刘薇哦，搬走了。什么时候搬走的？年底，房子还没到期，提前1个月就搬走了。他有说他搬到哪儿去了吗？搬回老家了嘛。那他搬家的时候是自己来的吗？他没来，他是喊了几个朋友帮他搬的。他一直用微信跟我聊。这个女娃娃多好嘞，从来没有拖欠房租，搬回家哦，还用微信给我发了个红包，说是她没有空来打扫卫生，喊我自己去找个保洁。阿姨，你还有他的微信吗？能给我看一眼他的朋友圈吗？哎，有，等一下哈，我去给他搜一下哈。这就是第1个疑点，分钟可见，房东看不着很正常吧？不，疑点是搬家的时候他没有出现，也没找搬家公司。请朋友吃饭比找搬家公司还贵，还给200块钱红包，你这前女友是不太省钱。他要找了搬家公司，咱们就能查到他搬到哪儿去了。可是他找朋友搬的，根本就没法查。从头到尾，他和房东联系全是用微信，人没出现。咱们再说回老家啊，他跟我说过，他父母离婚又再婚，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离开老家，跟家里人都没联系的，他根本不可能回去啊。我们俩做个假设，假设他这个时候被人控制起来了。那别人拿他的手机也能做这些事情啊，房东就发现不了他失踪了。你这想象力是不是有点太丰富了？丰富的是我对细节的观察力和逻辑判断力。咱们再说第2个疑点。今天穿得这么装纯干什么呀？拍照啊！你才装纯呢。你怎么买了一个这么丑的盘子呀？丑吗？不丑吗？我做的。好看，真厉害啊！没想到你还会手工。这是陶艺，不过那是个残次品。残次？哪儿坏了？有踪眼啊。什么玩意儿？你看啊，那个女人头的左边还有裙角上有一个小洞。那是釉料不匀或者是温度变化产生的，这也不影响用啊。不完美啊！要那么完美干嘛呀？哎呀，跟你说这些都没有用，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完美。我有一个问题问你。你别问了，你根本就不懂得欣赏美。我不会欣赏。肤浅。这怎么就肤浅了呢？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东西，它凭什么要叫棕眼？它为什么不能叫真眼？还有，就这么点东西，它就不完美了，那得多矫情啊！这世界哪有那么多完美啊？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趋于完美，完美是一种追求。你这个人就是没有追求，跟你这个人也没什么可聊的，沟通太费劲了。
至于吗？找到眼就不完美了。你们江湖儿女聊天都这么高级吗？所以这疑点是在哪儿？他为什么要做这个？因为喜欢吗？肯定不可能的。他那个时间段直播不怎么样，拍的视频都是一些变装啊、美颜啊，播放量都不行。说白了就是没内容。他之所以要做这个，只能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拍视频。这就是第二个疑点。得，你别做视频那方这给我卖关子，直接说行吗？他既然都学了，怎么着也拍一期关于陶艺的视频啊。但是他没有，就在他去年搬家的期间。他停播了，视频也停更了，说明去年11月份就是他失踪的时间，也就是你们分手拉黑的时间。我跟他是10月20号分的手，记得挺清楚的嘛。聊天记录我都留着呢，当然你别问我为什么留着啊，问就是我贱。通知你一声分手了，我觉得你不配，再见。说了3月才反应过来你不配，不容易啊。红色感叹号，你有病吧？红色感叹号，我去，手速够快的。我当时正忙着开团，忘了反拉黑他了。第二天我想起来，他可能是跟我闹别扭了，我就没去找他，等他回来找我呢。然后他这个人就消失了。然后1年后，你就想起来这姑娘了。我就是想问问，当初为什么要分手？就算是要分手，我觉得我们中间也缺了一句再见，当然也可以是一句滚啊。李队，你现在能相信我小薇是真的失踪了吧？我相信他是把你拉黑了。还有叫李德就行。哎呀，我也知道证据太少了，也没法相信我。你这根本就是没证据。起码这个现在就是个线索，我起码得查出来这个盘子是从哪儿来的吧？你想怎么做？这个东西多半他是从哪个陶艺培训班里学来的。我查了一下，整个市里有20-30家培训班，从他家开始定位，搜索附近的就是4家。一家一家去找啊？不用，有一家叫蛋苗的，别的都叫什么什么培训班，想都不用想，他肯定选这一家。可以啊，大灰灰，要不然去我们派出所上班吧？别闹了，你们还能看得上我？我一个做视频的小博主，又懂得没你多，还能要我？行吧，大灰灰，你但凡有任何证据，我肯定帮你。小时候，我问我妈我爸在哪儿，我妈说死了。后来从别人那知道，在我2岁的时候，他就去了国外，再没回来过。我妈她没有功夫管我，我就跟着外婆一起长大。外婆走了之后，我就再没家人了。我从中学的时候就在寄宿学校，考大学时直接就选了远离老家的城市。所以不管本科、专科，不管什么专业，只要能离开，就挺好。过去的我，现在的我，都不是我喜欢的自己。我的生活，从来都是一滩烂泥。见到你后，我喜欢上了词。不是心血来潮，是真的喜欢，因为你让我看到，一滩烂泥也可以无与伦比。其实你懂得这个道理就够了，不用非得学会陶艺。你单身吗？单身不单身，主要看心情嘛。谈恋爱看心情啊。反正大部分人都不满意，只能看心情了呗。我和我现男友在一起，就纯粹是因为心情。哦。车呢？什么车？你的车啊，不是你叫的代驾吗？我叫的吗？你叫错了也得给钱啊。哎，你要不怕淋湿的话，我载你回去吧。
就这样在一起的？嗯。他也是做视频的，不过做的也不太好，所以有时候会坚持代驾。多久了？好久了，快3个月了。3个月，久吗？不久吗？如果你和一个人在一起，感觉过了很久，那说明很久以前就不想和他在一起了。好香啊！你还会在车里挂这些啊？有个老婆婆经常会在路边卖这个，每次遇到的时候就都会买了，就当是帮帮她吧。你好善良哦。曾老师，可以带我看看吗？看什么？哦，这就是让烂泥变得无与伦比的地方啊！烂泥从来都是烂泥，无与伦比的是泥的时候就无与伦比。那我没希望了，我只能是个残次品了。你不是残次品啊，过去的经历叫打磨。如果我也能走进去，烧掉过去所有不好的回忆，无与伦比的走出来，该多好！为什么没有椅子？我喜欢站着工作，因为坐下来会忍不住偷懒。那1楼为什么会有椅子？1楼更多是我和学生交流，嗯，这里是我自己工作的地方。那3楼呢？卧室和露台。工作晚了，我也会住在这儿。今天算不算太晚？啊，对了，我先分个手。不管重不重要，我现在单身了。不错。您好，老师。您好，有什么能帮到您的？您帮我看看这个盘子是在你们这儿做的吗？啊，是我们这儿做的，我们这儿体验课就做这个。那您看看，您认识这个女孩吗？很漂亮，但是没什么印象。我们这儿体验课的人很多，一般呢就来1次。她应该没有报名上课，不然的话我会有印象。您要不要体验体验？啊，体验。哇，好多陶瓷啊！可以，您先看一看。这怎么好多陶瓷上面都有棕眼啊？您懂啊，这有棕眼很正常。有棕眼不是有瑕疵的残次品吗？啊，谁说的？你们跟学生说的呀。哦，那你可能是误会了。这有一些大师他追求完美，所以受不了上面有棕眼，但一般情况下都是很正常的。那什么样的大师他受不了棕眼？大师嘛，就是特别厉害那种，艺术家级别的，拿过很多奖的。那你们这儿有这样的大师吗？草荣大学的曾杰教授也是我们老板的同学，也是我们这儿的荣誉教授。他会来这儿给你们学生上课吗？会，只要有机会，他还是会过来指导一下的。
他手上这个盘子是？这就是曾大师的获奖作品，名家大作。我们这儿授课的时候都以临摹大师作品为主，所以我们的课程非常专业。您体验体验。体验。您刚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曾杰。为什么在一起啊？眼瞎了呗。我说正经的。你觉得你正经吗？我怎么不正经了？我觉得我们都处在一个相似的阶段，看得到未来，但走的都很难。我们的工作都是面对很多人，但面前就只有摄像机。我们都很孤独，但彼此都理解对方的孤独。你说这么正经，你不觉得肉麻啊？正好我们认识了呀，正好我们看彼此都不烦，正好都单身，正好我不用跟你解释，你也不用跟我解释咱俩是做什么的，正好你还能带我上分啊。咱俩认识那天，坐在你的车后座，觉得还挺有安全感的。哼，女人嘛，总是会被一些没有用的小细节所打动。其实你能给我什么安全感呢？我会找到你的。昨晚上为什么没有回我信息啊？在忙啊，看窑炉呢，哪有时间看手机啊？今天下午给你发信息也好久才回。那时候系里安排消防培训，我还被拉上去配合消防员演示火场逃生来着。那你应该跟他们坦白啊，你每天都在纵火，专业纵火。那能一样吗？火灾是毁灭，我可是造物。那我呢？我是灭火器。你是火源。那今天要不要把你给点了？今天不行哦，今天。行了行了，逗你呢。我今天也没有时间。曾教授，好忙吧？我先走啦。奶花，奶花，
都给我吧，不用找了。谢谢。什么心都不要操，公司业务一切正常，基金那边也很稳定，你都不用管。你现在的任务啊，就是赶紧好起来。哎，趁你妈不在，给我抽根烟行吗？行啊。那，哇，我要说你，你别再把烟放在我面前来勾引我、考验我。我是有担当的男人，我死都不抽烟。哼！你爸这2天呐，又在跟我叨叨，想看见你们早点要个孩子。妈，我们现在都太忙了。他最近是不是经常不回家住啊？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他敢吗？你们结婚那会儿他是不敢，可这2年他越来越好，可就说不定了。年轻时你爸他也不敢，可这后来生意越做越大，赚钱了，他就敢了。妈，你就别说这些了。所以我说，你要想好好过，就得把他拴住，早点要个孩子。你们那个年代会这么做，我不会的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又没什么事，我跟他彼此还是都很理解的。妈当然希望你们没事儿。孩子的事儿我不催你，自己想着点啊。知道了。实在没空做饭了，我订了外卖。好啊，吃什么都行。我今天去公司了，你又转了一笔钱去基金。是啊，现在文化产业发展前景这么好，未来啊，咱们公司的钱一大半你投到你的陶艺厂里，剩下的也基本上全转到基金了。光投资不赚钱吗？现在的陶艺订单越来越多，怎么能不赚钱呢？而且我们的基金也一直很稳健啊。你也一直都这么说，2年了，钱在哪儿？你别忘了，这些钱是我爸妈辛苦了大半辈子赚来的，全投给公司了，利润呢？小玲，现在公司的前景非常的好，你要目光放得长远一些。而且我们是一家人。没错，是一家人，所以我爸妈信任你，把公司交给咱们俩。但你总得给家人一个交代吧？怎么就没有交代了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我作品的价值。价值？曾老师，曾大师，拿了好多奖，作品被人追捧，谁追捧啊？你那些贵的作品，哪一件不是用基金炒作起来的？还有那些奖。我要不是你老婆，我哪知道还会有那么多听都没听过的陶艺比赛？你每次参加比赛花多少钱？又是弄作品，又是飞国外，回来还得花钱找记者帮你宣传写稿子，这就是你说的价值吗？你过分了啊！我怎么过分了？刚结婚的时候，你只是个大学老师，卡里连10万块都没有。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，我父母认可的也是你这个人。什么彩礼、房子、车这些，让你花过1分钱没有？你要当艺术家没问题，我们全家都支持你。你要发展事业，我们全家也都支持你，支持到今天，你觉得我过分？你也算个男人。再给我说一遍。你还想动手是？白小云，告诉你，别给我用一种暴发户的思维去看问题。如今这个时代，审美是有价值的，艺术是有价值的。我的事业，我的成就，我的价值，是你们那种有2个臭钱的家庭理解不了的。没有我家的臭钱，哪有你现在这些光环？艺术家，你现在跟那些打老婆的门道有什么区别？不想活就别过。好，你把我爸妈的钱还给我。
么不过。我还你什么钱？你父母的钱是放在公司的，公司的法人是你，股东也是你。我问你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耍无赖是吧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哎，孙会长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哦，你说明天活动的事儿是吧？这我怎么可能忘了呢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准时到，没问题。明天的协会活动一定要盛装出席，别忘了。你是我曾大师的夫人。饭你就自己吃吧，一会儿我回工作室加班，明天下午2点再见。你知道全市、全省、全国有多少个叫刘威的吗？肯定比杨振辉多，但估计会比李德少点吧。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他。我明白。其实我挺高兴的，起码说明你已经相信了小薇真的出事了。我们那么草率，没有证据我也不相信他出事儿，除非你有什么线索。你忙活这么大半天，说说有什么收获？哎，我要是喝2杯酒，一会儿开车回去被交警给逮了，能不能把我放了？不用麻烦交警，我直接抓你就行。好不容易和人民警察把酒言欢，我还以为自己有点特权呢。我亲自抓你，不是还特权吗？这个盘子啊，就是在蛋苗艺术培训班做的，小薇上的体验课。蛋苗艺术培训班的体验课教的都是这个盘子，是模仿一位大师的作品，不是死了的大师啊，是活着的，还挺年轻。他是蛋苗老板的同学，草荣大学的教授，叫曾杰。蛋苗的人跟我说，他们基本上不会跟学生提综艺，体验课就更不会了。但是这个曾杰大师，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，他特别在乎尊重。到目前为止，追求完美、尊严这2个词，我也就听2个人说过，一个是小薇，另一个就是曾杰。所以你觉得刘威和曾杰有关系？曾杰在水源艺术村有一个工作室。2018年11月24号晚上，一场大火把他的工作室烧得一干二净，什么都没留下。你和刘威分手的时间是10月20号，我在就在之后的1个月。小薇直播断播，视频停更，也就是火灾前后那几天。但这个不能说明什么。小薇跟我谈恋爱，偶然去了蛋苗做了这个盘子，偶然认识了曾杰，我啥也不是。曾杰，青年才俊，大学教授，陶艺大师。1个月后，曾杰的一场大火，小薇杳无音讯。你觉得这个逻辑背后有没有什么真相？你看你不说话了，说明你也怀疑了呀。我知道我这么做不符合程序，但你不觉得我的假设都是能说得通的吗？你都说了，是假设。你假设刘威与曾杰工作室的失火有关，但是一宗火灾都已经上新闻了，消防部门肯定是调查过的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在消防调查之中，对于骨骸的搜寻一向非常严谨，如果有问题，肯定会被发现的。要不这样，我仔细看一下官方的通报，来验证一下你的假设。您看一下，这张照片拍摄于11月24日的10点03分，那会儿所有聚会的人都在呢。你们经常这样举办聚会吗？哦，1、2个月一次吧，平时大家也都挺忙的。拍完这张照片不久后，我太太说累了，
想要先休息。然后我和朋友又聊了1个多小时，大概在11点30分左右结束。因为我的工作室是在水源艺术村，在那边叫车的话，车一般都会停到村口，所以我就送朋友们下楼出门，这样。那个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过碳盆啊？没有，这的确是我的疏忽。送完朋友之后，我就去看看窑炉的情况，正在检查时候，发现2楼起火了。那这么说，你看到的起火位置是在2楼？没错，我刚回到工作室的时候，1楼还没有火，我就跑去了2楼。2楼我平时会放一些书画这样的东西，也都是易燃品。我上去的时候，火已经没法扑了，我就直接又冲到了3楼。3楼的门是锁着的，我只能用力的拿脚踹，最后把门给踹开了，发现我太太并不在里面，这我才放心的去逃生。幸好我存了一些救生用品，于是我就裹上了防火毯，戴上了面罩，才跑了出去。不然，恐怕连我也跑不出去啊。所以，起火的原因是炭盆。从我们目前调查来说，应该是这样的。炭盆离沙发太近了，而且沙发又是固液，点着后迅速就会起火。再加上您的茶几上有非常多的酒，而且有2瓶呢，还是度数非常高的。朋友带了调酒用的生命之水，90多度，那基本上就是助燃剂了。这幸好您工作室离周围建筑还比较远，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嘛。哦，对。您这是？我要由衷的感谢你们。啊，其实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，他就已经……不，前段时间如果不是你们来我们学校做消防培训，我哪会准备防火毯这些逃生用品呢？况且这些东西我根本不会用，也是你们来培训的时候我才学会的。救火很重要，但教会了我了解火灾和自救方式也同样重要。曾教授，据说您的很多作品在这次火灾中都已经损坏了，这真是太可惜了。是啊，不过文艺史上也有很多作品没能流传下来，但也不妨碍他们都留下来了。曾老师，我们这次访谈的主题是浴火重生的艺术大师。我们听说您要重建工作室，是要做的和以前一样？是的，这种重复并不是创作，而是我习惯了过去的工作方式。我相信您一定可以超越过去的自己。人通常不能超越过去的自己，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，而是因为过去会阻碍未来。过去的荣耀会让人变得懒惰，变得失去锋利。我第一次获奖的作品是在20岁时做的，今天去看，我会觉得有很多地方做的都不够精细。可如果我70岁、80岁再拿出来看，或许会非常满意，觉得年轻时的自己尖锐、锋利，充满朝气。那是因为70、80岁的我已经提不起笔了，无法再创作了。所以这场火也是给我下了个决心。一会儿我也回市区，坐我车走吧。我准备去吃饭，你呢？我准备回家自己做一点东西吃。还会做饭？主要是在外面吃饭太贵了，而且我又挺爱吃的。那你最想吃的餐厅是哪家？那可太多了。我这边有一个专门的记事本，它上面存了好多我特别想去打卡的餐厅呢。那你导航吗？我导航？去哪儿啊？去你收藏店啊！你今天就别做了。可这些餐厅它太贵了。我请你。
请吧。我以前也是合租，不过住在郊区的农房里，没有条件住在城里。我住的房子也很老旧的，不过我在想，等我实习期过了，看争取换一个更好的小区。你是跟同学一起住吗？对，我同班同学。不过他这个月出差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这个月让他帮我垫付了一下房费，还没给他。曾老师，微利贷还要还利息，我又不用，你以后直接还我就行了。不行，这我肯定不能收的。好啊，那你把我拉黑了吗？那更不行了。这样，以后你每个月介绍一家餐厅给我，然后我带你去吃，不过要吃满1年，不许重复。好，但是这个钱我肯定是要还给您的。好，等你收入高了再还给我。谢谢曾老师。我手机没电了，你家有充电器吧？到了。手机。哦，谢谢。曾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，都没有好好收拾。我应该先收拾好再请您过来的。你应该说，你很整洁，是你的室友太乱了。对，不是他乱。要喝点什么吗？其实你做一些艺术家的专访，对大众来讲还是窄众，不如做一些金融类的。草绒市的一些投资人啊、基金经理啊，跟我关系也都不错。你可以好好策划一下。谢谢曾老师。还叫我老师啊？我们车里有一根充电线，我看到。哦，那你怎么不提醒我呢？我都忘了。说不定那根坏了。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不知道，我想找我的家人。阴阳两隔，你本不该来这里。你是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？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别人看不见我，你能看见？我是鬼差。最近这个系列流量怎么样？一般，现在这帮做视频的人不创新也不会创新，谁火抄谁呗。就我现在这个刚有点起色，你去搜搜看，不知道几百个鬼差了。是，都难。搜咋子？我记得你是草人大学学文学的啊？草人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曾杰，你知道吗？艺术学院里是个啥子陶艺大师？你认识？算认识嘛，他还群头加了我。有微信啊？啊，但是没咋联络过。名字后面怎么有炮仗？备注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炮仗可以啥子嘛？炸呀！是噻，炸弹噻。
有创意啊！你给我的备注是什么呀？大灰灰寡碗，侮辱的这么直接啊！知足吧你，没给你加个 C 或者 Q 已经不错了，对你很尊重了。为什么给他备注渣男？哎，你想一下，我上他一节课，他可以跑到大群头找到我，然后加我，我得好好看哦。撩你了？发消息还要看艺术噻，我还没回，我的室友收到了一模一样的短信。哎，啥子意思哦？这还不渣？那是真渣。哎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咋没把他删了嘞？哎，你把他朋友圈给我看一眼。啊？已经删了，手删了。你手咋那么痒哦？你手才痒，啥子嘛？我留到过年说。你找他干子嘛？没什么，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人。他，青年教授，热爱撩妹，陶艺大师，喜欢接受采访，就这些噻。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接受采访？偶尔刷到他的朋友圈，发的全是自己的新闻跟访谈，相当自恋。采访曾老师，您没有预约吗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想面对艺术家最直接的状态。啊，曾老师出差了。啊，这么不巧啊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估计还要3、4天吧。啊。哎，这个就是窑炉吧？哦，对，我们这儿的瓷器都是用这个炉子烧制的。看起来还挺先进啊。电脑控温，算是目前最先进的了。哦。哎。是不是把陶瓷直接放进去就行了？烧瓷的关键就是烧，火候把控是最重要的。曾老师对作品非常上心，每次都会亲自守着，监控温度，整夜的不休息。整夜这么久啊？所以老师常说，每一件作品都来之不易。这个炉子能烧到几百度啊？曾老师做的都是高温瓷器，要达到1200度以上。1200度？强弩灰飞烟灭呀！窑炉使用明火，但都在炉子内部，外面用隔火10年材料封闭起来，只留下几个测温用的窥火口，整体是很安全的。哎，听说你们这儿之前失过火？那跟窑炉没关系，是2楼取暖的炭盆把沙发点了。那窑炉没烧坏吧？毕竟这玩意儿能烧到1200多度呢。老师是个完美主义者。窑炉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它怎么可能容得了瑕疵呢？据说曾老师忍受不了棕眼啊。老师一向追求完美。曾老师的作品是不是都要求完美？老师常说的是趋于完美。趋于？对。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趋于完美，完美是一种追求。哎，你这个人就是没有追求。是不是有好多姑娘仰慕你们曾老师啊？当然，曾老师又年轻又有才华，姑娘，你是哪家媒体的？我就随便问，你放心，这种东西不会随便写进去的。曾老师有妻子，而且他们很恩爱。那是不是有好多女的经常来曾老师的工作室一起搞艺术什么的？他重要？他们让你出来，你打他噻，瓜兮兮的。大爷，你认识这个曾杰老师吧？烧窑的，认得到啊，还是艺术大师。乱说，啥子烧窑的？人家是陶瓷，懂都不懂硬是。晓得哦，去年子他屋头烧了把火，屋头烧得精光，啥都不剩了。
那你知道为什么着火吗？天天玩火，玩火要燃料。你别瞎胡说八道，他脑子有病！人家消防队都说了，是炭盆把沙发点了。赶紧了，赶紧了。那他平常经常都在这儿吧？天天都在这儿，还在这过夜。他是有家的，有家天天不回去，有是不是有问题哇？那他带女人来过吗？天天带，经常带。那边的学生多得很，里面有女的也不奇怪噻。那你们见过他带的女的长什么样吗？可哟，近视眼神漂亮得很。哎呦，乱说！人家带人过来是开着车来的，还不止一次哦。大爷大妈，你们看看，你们见过这个女孩吗？认得到，今天早上他们两个还来了呢。那大爷，您的脑子……你不要听他乱说，如果有问题，哎呀，这个是他老婆的吗？不是，我认得，这个是他们家的保姆，打扫卫生、做饭的。还不要你吃，你娃。三位。哎呀，大爷大妈，我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吃饭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走了，慢点，好嘞，好嘞。谢谢您啊，这要不是您陪他们打牌，他们说不定跑哪去了。他们这是上岁数，脑子不太好使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老子都不记事儿了，说的话你也能信？我没信啊，但他们的说法佐证了曾杰一定经常往工作室带女人。他要是没带的话，这些脑子不好的大爷大妈怎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呢？等下，你在查案的时候，一个小孩和一个成年人说的不一样，你信谁的？一个脑子不好的人或者一个神经病和一个正常人说的不一样，你又信谁的？而且啊，我问他学生的时候，他学生立马反问我是哪家媒体的。这曾杰在男女方面一定没有那么检点，要不然他学生不会这么警觉的。这就是你的推断和臆想。这就是我的推断，你可以反驳我的逻辑啊。行，就算是曾杰私生活有问题，经常带女生出入工作室，但你是怎么推断曾杰和刘威的交集？他学生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老师常说的是趋于完美。刘威也跟你说过？对啊，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趋于完美。就在他做了那个陶瓷盘子之后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追求完美，尊严，如今又多了一句趋于完美。这就是一句普通的话，谁都说得出来。这是一句普通的话，但你仔细想想，你真的能说得出口吗？这不是证据。我从来没说是证据，只是推理。给我来2瓶啤酒啊！我今儿没开车。咱们再说说火灾，我问过。炭盆，这么不小心啊？老师其实一向很注意用户安全的。那天因为和几个朋友在2楼的画室聚会，送朋友们离开，又去看窑炉里的瓷器，就在旁边守着，结果忘了回2楼把炭盆熄灭了。说到底还是老师太过认真，痴迷创作的缘故。炭盆点着了沙发，这合理吗？这炭盆又不是垃圾桶，随便踢一脚就能踢到沙发边上的东西。而且他们当时在聚会，沙发上不可能空着不坐人啊，那炭盆怎么会靠近沙发呢？只能是有人故意挪过去的。谁会挪？谁有这个动机？这个人只能是曾杰。听说曾老师新建了一个和以前一样的工作室。对，老师说习惯之前的设计了。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。那个位置我看了，我也问了他是学生，就算整个房子都烧了，也对这个窑炉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但是他还是换了一个全新的。我认为啊，这根本就不是因为追求完美，他这分明就是销毁作案工具。这一场大火就是为了掩盖凶案现场。所以你的推断是？曾杰杀害了刘威，投入窑炉进行焚烧，再之后人为制造了一场火灾，焚尸灭迹。这窑炉内部能烧到1200多度，这么高的温度足够把人烧成灰，烧得什么都不剩。但是他不放心啊，所以他需要一场大火，把所有隐患全部烧掉。逻辑合理。我问了他是学生。他学生说，
火灾发生后，曾杰第一时间就戴上了防火面具，披上防火毯，逃了出去。而这些东西啊，是事发前不久，曾杰刚刚拿到工作室去的。准备充分，蓄谋而为。你看，你也这么认为了吧？但是大灰灰，你觉不觉得这一切都可能是巧合？你信啊？炭炉距离沙发很近，但并不是完全贴着。因为当时有炭盆，所以2楼开了窗子。人们走了之后，风把毯子吹起，撩到了炭盆上。更换窑炉是因为窑炉的外部被高温辐射到了，会导致内部温控的不精确。曾杰是对艺术创作要求很高的人，所以他必须更换一个更稳定的设备。火灾前的1个月，曾杰被学校安排参加消防培训，还被叫上台与消防员一起进行示范。培训之后，消防局发了逃生的装备，他带回了工作室。如果按照你的推理的话，那岂不是消防局要和他一起演戏？你确定？是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曾杰工作室烧毁的那些艺术品值多少钱吗？几百万。里边有获奖的作品，还有一些待交付的瓷器。如果真的是蓄谋作案的话，他干嘛不把这些提前运走？你的分析的确挺有说服力的，网络上有非常详细的报道，我是逐字逐句看过的。如果有问题，绝对会发现。李德，你忽略了一个最大的疑点。什么疑点？你为什么会仔细看那个官方的通报？还不是因为你？那是因为你跟我一样都相信小薇失踪了。他失踪的太彻底了，很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曾杰工作室的火灾和小薇失踪的时间正好在同一个区间内，你也怀疑小薇是不是死在了曾杰那儿？这是我的推断，我会继续查下去。上回我开车你不让我喝酒，今天你也开了。等曾杰回来，我还要去找他一趟。曾杰有杀刘威的动机吗？他有老婆呀。出轨这种事儿犯得着杀人吗？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有大好前程的精英吧。意外杀人、错手杀人、冲动杀人，可能性多了去了。你认为刘威和曾杰一定有关系？大哥，那小薇认识曾杰以后就跟我分手了，为什么呀？难道是因为我审美不够，耽误他做陶瓷盘子呀？那以你对刘威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会逼曾杰离婚吗？我不清楚。你也知道，其实我和小薇没那么熟。哎呀，大灰灰，你也是个重感情的人。真不是，我都快忘了他了。其实已经忘了，就是突然想起，突然发现他不见了。要是他现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管他过得好还是不好，只要人还在，我都会默默滚蛋的。前面放我下车吧。干嘛？这儿离我家不远，吃多了，走2步。手机没电怎么也不扫个充电宝啊？关机了怎么扫？我最后一点电，不都发你定位了吗？你那个定位都是错的，要不是我眼尖，哪能发现得了你呢？那是我长得好看好吗？看不见我是你瞎。对，来，要不买个这个吧，你以后带着它一定特别醒目。我真好看，戴什么都好看。对，那你也来一个呗，这个吧。好看好看。想想挺可怕的，如果手机丢了，就谁都找不到了，跟失踪了差不多。不会的，我肯定能找着你。你怎么找啊？我是干什么的？我还能找到一个你了？你就是个做视频的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个神探呢。我是不是神探，我都能找着你。你有病啊！非得带个绿的，
不是你让我带的吗？不准带。行。等我们分手后，绝对不会让你找到我的。要是分手了，那一定是我不去找你。只要我找，我就一定能找到。哈，你试试，你试试，你试试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喂，回来了，这么快？恭喜曾杰老师拿到本次大赛的最高荣誉，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这套作品的创作理念吧。不乱、不困、不畏、不念，都带。放这就行了，我自己收。怎么样？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。来过一位记者，想要采访您。哪家？他没说，而且没有预约，直接来的，说是想看看艺术家的日常状态是什么样的。现在的记者可真够不容易的，这种方式都想得出来。他没留联系方式，就说过几天再来。他要做什么类型的访谈啊？也没说，就闲聊了几句。哦，他提到了去年的火灾。火灾？已经过了1年多了，怎么还有人提火灾的事儿？而且他还很八卦，问是不是有很多女人来找你。你怎么说的？我什么都没说。知道了。恭喜曾杰老师拿到本次大赛的最高荣誉，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这套作品的创作理念吧。不乱、不困、不畏、不念，都代表着什么？亲爱的，昨天都是我不好，最近压力太大了，脾气也控制不住。好龙广播现为大家播报最新天气预报：今天夜间到明天阴转多云，偏东风3到4。还在生气啊？亲爱的，你去看看今天的活动，再看看我现在的地位，真的不用担心。你老公就是最好、最优质的潜力股。的确，目前公司还没有到达完全盈利的状态，可一切的运转都是良性的。基金用来投艺术品，亲爱的，你不相信我的审美和影响力吗？我爸妈不懂这些，只懂看余额，我总得让他们放心吧。怎么让他们放心啊？投资艺术领域本来就是有周期的，急也没有用。等拿到了收益，他们不就不急了？那你总得让他们拿到吧。这样，你先让他们拿到一部分，让我爸安心一些。医生也说了，情绪对他的病情影响很大。一部分？多少？我爸前后投到公司的大概有2500万，先拿回个1000万吧。这么多？这样亏的就大了。亏就亏吧，都是我们家族的财产，怎么能说亏就亏呢？那是我爸努力了一辈子赚来的钱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刚刚我也跟你说，姐，你当初要钱的时候，我们全家都支持你。现在我想让我爸妈安心一点，拿回一部分他们当初给你的钱，回来只是一部分，连一半都不到。你做不到是吗？不是做不到，是这样做徒增无谓的损失，有意义吗？开慢点儿，开这么快干嘛？损失就损失，反正本来也都是我家的钱。慢点，白小玲，你疯了！你开这么快！好，白小玲，都听你的，最近就安排好吗？这件事多久？
基金不是银行存款，你去提款机上按个密码它就出来，它总是需要时间的呀。多久？40天，40个工作日。好。白小玲，你是不是？我没疯，我非常冷静，而且很理智。靠边停车，我打车回工作室。40个工作日对吧？今天是10月22号，那就年底之前，怎么也够了吧？够了。忙完了，来我公司吧。这都几点了，你不吃饭呀？上座，上座啊！小玲，我今天随便点了点啊。直接说是我喝茶。好，行，来，喝茶喝茶。哎，你们公司的财务呢？我大概了解了一下，公司是你的，但是大部分资产呢，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投出去了。张爷，我不至于连这些都不知道。我找你就是想听听你有没有解决方案。是，你看别着急，就是作为律师吧。要找律师，我早就找了。找你是因为我们是老同学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来，先吃一块鱼。哎，你不喜欢吃鱼皮，哎，弄掉啊。小梁，你找不到合适的律师，你找我，是因为你相信我。是，咱们呢是老同学。那要不是因为你这次遇见的事儿，你怎么能想起我这个老同学呢？上学的时候，你是我的女神，我是你的备胎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但是这些年呢，我一直都在努力，读研、读博。现在呢，我是一个律所的合伙人。你知道，你结婚的时候我有多沮丧吗？我沮丧的原因是因为我以为自己进步的速度太慢，追不上你。谁知道你后来嫁给一个穷小子，哼！哎，你还记得你结婚的时候，我给你发了个信息，让你做一个婚前财产公证吧？你连信息都没回我。很抱歉，张烨，但感情的事，你知道是没有办法的。确实，我的婚姻出了问题，但我不能后悔当初的选择，因为是我自己选的。选择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会有今天。如果当时我选择的是别人，或是你，不知道是不是我还会走到今天。说正事儿，你要是现在离婚，财产肯定包。在不确定你先生是不是有过错的情况下，我知道净身出户的条件。法律没有净身出户的规定，法律只有对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权的规定，婚姻法第46条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要离婚，就要分1半财产给他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我记得你家很有钱，你应该不会在乎我那点共同财产吧？没错，我家是有钱，但我爸前2年生病了，他的生意我不懂，也不感兴趣，所以把那几个厂子都给卖掉了。所有的钱都投到公司里了吗？你先生没学过金融吗？他的手法非常的专业啊。小梁，我多问一句啊，你为什么要离婚啊？你不会外面有人了吧？
没有。他有？应该没有。你们不爱了？说专业问题吧，张烨，除了让我损失一半财产，你还能给我什么建议？重婚肯定没有。家庭暴力这个很难取证，现在看应该也没有。虐待、遗弃家庭成员不至于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。你先生这么煞费苦心的设计你们家的财产，说明他是个贪财的人。他经常在外面抛头露面，说明他并不低调。一个男人追名逐利，怎么可能不爱女色呢？所以去找出这个证据，只有抓住这个证据，才可能有胜算。当然，我说的是胜算，并不是绝对。手机解锁。取证呢，我帮不了你。我认识专攻这类官司的律师，你可以去找他试试。除了这一步，别无选择了是吗？要保钱，就保不住体面。麻烦给个5星好评吧。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给你一个专业律师的建议，就是不要纠结。他谁啊？曾教授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哪家媒体啊？自媒体，做视频的，粉丝有100多万。啊，了不起，叫什么？艺术背后的逻辑。这名字挺有意思，怎么称呼啊？叫我大灰灰就行。到那边说。小心啊！哦。你就一个人录啊？也不收音打光。哦，这个设备足够了。我们做视频的都这样。你放心啊，这个视频制成之后会在您的审核以后再发放的。这个杯子是曾教授的作品吧？啊，学生作业，我会留下一些说得过去的。哦，学生的作品都这么漂亮，曾教授好厉害啊！听说您这间工作室是火灾之后重建的。你来找我做采访，想必之前一定做过准备。之前工作室火灾和灾后重建都是有新闻报道的，还有电视台来做过专访。浴火重生的大师，我看到过。所以有关于火灾的问题，就不用再问我了，我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。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浪费时间。那曾教授在校外有做过培训班吗？你是觉得我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吗？以您的名气，要是做培训班的话，那应该能挣。那我的名气很快就会被耗尽。现在本科课我都不怎么带了，主要就带几个研究生。你认识刘威吗？
谁？刘薇，或者说小薇。女的？女的。我没有叫刘薇的学生。她可能不是你的学生，但你指导过她。你是觉得我会随便指导一个是谁都记不住的人？这个是你指导的作品吧？可能吗？连初学者的水平都不如。蛋苗你知道吧？老板是我同学，我当然知道啊。你没去那里指导过学生？从水平上来讲，真的去指导，也只可能指导他们的老板。可是蛋苗里边挂着你的照片，台球厅里也挂着丁俊晖的照片啊。你是不是来找我做访谈的？仔细看看，你认识他们？你到底找我做什么？你认识他，对吧？不认识，而且就算认识又怎么了？如果你再这么胡搅蛮缠，就请你离开。失踪了。他失踪了，你可以报警啊。他失踪的日子和你工作室起火的时间正好吻合。他做的，对，在蛋苗做的，是的。唐代周昉的《簪花仕女图》，早年我有一组获奖作品，就是从中得到的灵感。之后也有很多学陶艺的在模仿这组作品，很可惜，去年火灾的时候，我的那一套被毁掉。不过网上可以找到图片。我看到过，也做过比对。他叫什么？小薇，对吧？他失踪了，他还留下了在蛋苗做过的模仿我作品的一个盘子。蛋苗里挂着我的照片，老板是我同学，所以你认为我跟他也是认识的。然后我去年工作室发生火灾的时间和他失踪的时间基本吻合，所以你认为他的失踪和我有关。或者再直接一点，你认为我就是那个凶手，我杀了那个小薇，然后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工作室，毁尸灭迹。这个是不是你所谓真相背后的逻辑啊？艺术的背后是灵感和沉淀，艺术背后的逻辑这个名字听起来太过哗众取宠了。而且你才10来万粉啊，你是不是没有内容可做，过来没事找事儿的？说实话，我不懂你这些案件分析的故事，可是我起码懂得常识。我工作室是去年11月份发生的火灾，今天是9月30号，已经快1年了。1年前失踪的人，当时你不找，现在来找。再说了，您是警察吗？做这个盘子的材料是用高岭土瓷泥、透明釉，跟蛋苗用的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是同一家原料供应商。整个草绒市绝大部分做陶艺的用的材料也都差不多，就好比每一家饭店都有白米饭是一样的。这个盘子上有棕眼，还了解过烧瓷啊？其实棕眼呢，对于初学者来讲是不做要求的，就好比这个盘子，它的拉胚、上色都不合格，所以有没有棕眼真的不重要。大灰灰先生，我想我们可以结束这一次对话了，因为对你我来讲，这都是一次非常没有意义和营养的交谈。
我对你做的工作不了解，有意思吗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我没有选择，因为我不想朝9晚5的上班，不想拿很低的薪水，不想为了高薪忙碌不堪，也不想找个有钱人过那种依附于他的生活。我不喜欢早起，喜欢晚睡，不想辛苦，又不想彻底摆烂。做直播也好，做视频也好，只是我逃避现实的选择。当然了，我也幻想着，万一有一天我红了爆了，我就能赚很多的钱。如果我有一大笔钱，我就可以有一阵子不用恐慌，不用担忧了，我就可以好好想想自己，想想如何让自己彻彻底底的改变。你想怎么改变啊？我还没想好，我这种人就是烂泥。直到此刻，你让我相信，烂泥也可以无与伦比。所以你男朋友也是这样？前男友，他做视频内容的，他很用心，收集素材、剪辑视频，还要自己编曲配乐。他一直坚持更新，坚持积累粉丝，不过也没什么用，看不到什么希望。他做什么视频啊？真相背后的逻辑，谁能看清楚真相，有没有逻辑，谁在意啊？过0点了，希望我睡着，还是希望我走啊？我希望你能留下。还有，你从来都不是烂泥。你这么有魅力的男人，一定有很多女人喜欢，会有很多女人愿意被你拿下。他们和我有什么不同吗？你很不同，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我真的觉得你很了解我。你做的很多事情，是我希望你做的。你说的很多话是我想要听到的，这很难得。红颜知己啊！我不喜欢这个词，但的确就是这样。如果我是为了接近你，故意演成你喜欢的样子呢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喜欢什么样子？看来他真的了解你说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喜欢上你了，好像我就该喜欢你这样的人一样。虽然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好男人。我怎么就不是了呢？你当然不是。说，按你给的方法和你老公认识了。你按我的要求把事情做好，这些过程不用跟我说。你不想听啊？好啊，那等做完了，我再详细汇报给你。你最好抓紧时间，不要拖太久。放心吧，说不定你老公比你还着急呢。取证呢，我帮不了你。我认识专攻这类官司的律师，你可以去找他试试。喂，张野介绍找你。张野？哦，明白明白，离婚诉讼是吧？怎么称呼啊？喂，说话呀，别不好意思，要查老公是吧？我觉得手放下面比较好。哎，咱们休息会儿啊。没办法，我这公司年会要求这个合伙人啊，
都得表演个节目，我就找个老师练一练，每天下班都得来做呀。有事就说。你找我推荐的那人，打通了不好意思说就挂了，他们就来问问我是什么情况。你找我就是跟我说这个，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嗨，2件事。第一件呢，是一个巧合，我上网搜索你先生，想知道有什么发现吗？学校论坛前天刚好挂了一个帖子，你先生在商场接了一个姑娘，2个人去了一个比较贵的餐厅，没吃饭，打包了一些菜走了，去了水源村的工作室，待了大概不到1个小时吧，这姑娘就叫车走了。这应该不是他的学生吧？谁让你调查我先生的？应该也不是同事吧？张烨，你凭什么做这些？也不像是事业伙伴之类的。我在问你。我说了，这是一个巧合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不止这些。22号晚上他没回家吧？23号上午他去了学校，中午带了另外一个姑娘，傍晚才离开。坐。这些照片呢，一个妻子拿着去跟丈夫吵架还行，但是想作为打离婚官司，还想让对方放弃财产的证据呢，肯定是没戏。但这些照片呢，可以证明你先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成功人士，对姑娘的喜好，尤其是年轻姑娘的喜好，非常正常。工作室是你先生经常带姑娘去的地方，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是用摄像头把它拍下来作为证据。查你先生在公共场合下的行为我可以做，偷拍呢我就没法做了。但作为妻子的你，可以，你可以买一个防盗之类的摄像头。第2件呢？这第2件嘛，这个音乐还记得吗？直接说是。我记得你大2那年的元旦晚会，你跟一个男生跳舞，用的就是这个音乐。这么多年，我都忘不了。请你挑一个。调查这些要多少钱？什么钱不钱的呀？啊，这些你都不用管啊。请你不要再干涉我的家事了。这种案子非常复杂，取证困难，厘定纠缠，胜算不大。一般的律师呢，肯定是不喜欢接的。如果你觉得我对你有什么企图的话，你真看低我了。如果说有想法，那是10几年前的事情，是青春的回忆，仅仅是回忆。我想接这个案子的出发点只有一个，即使我得不到你，我也不想看到你被别的男人毁了。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上次我没跟你说实话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曾姐在外面有些事情，所以我会打你留给我的那个电话。你还在犹豫，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去查他？调查了又怎样？就算你有心帮我找的那些照片又怎样？你说了，这些只能用来吵架，根本没法做证据。你还说了，我的情况非常复杂，取证、厘定胜算，这些都是我从没经历过的。
这些都是我的领域。你确定能赢吗？你确定能让曾杰1分钱都拿不到吗？你不能。这场官司从一开始我就站在失败的一方。如果不打，你连赢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有什么机会？张烨，你不用再劝我了，我已经想清楚了。你想怎么做？我想怎么做是我的事情，我只请你不要再管我的事，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。我知道我劝你也不听，但是千万别跟他谈判啊，让他提前有防备，后面就更麻烦了。你要需要的话，随时联系我啊。我们正在全力的抢救，人保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他的腿是否能保住，我不敢确定。所以这场火也是给我下了个决心。曾老师，我们这次访谈的主题是采访出来了，刚出来。我们听说你要重建工作室，姚德花是要做的和以前一样。是的，这种重复并不是创选一个废墟做采访，你也真的想得出来。我相信哎，你一定可以超越。这个记者长得不错，他是不是也敬仰浴火重生的曾大师？而是因为过去会阻碍未来。一个实习生，小女孩而已，没什么味道的。我不是小女孩吗？我第一次获奖你是圣人。是在20岁时做的，今天去看，我会觉得有很多地方做的都不够精细。我听说火灾开始的时候，你没有立刻逃跑，而是从院子跑到3楼去踹门找你老婆。听谁说的？水源村发生火灾后就都传开了。你老婆在医院怎么样？你要不要去陪她？买了吃的，晚上给她送过去吧。不过她也未必会吃，她最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。那你要陪她跨年吗？你不是让我陪你跨年吗？好啊，那我陪你去医院，等你演完不离不弃的丈夫，我们去吃饭，跨年。最近我爸又开始逼我了。逼你什么？出国留学。其实站在你爸的角度来看，草荣大学校长的女儿，是该有个留学经历的。所以他还是为了他自己啊。小时候他跟我妈离婚，也没管过我教育。现在想起来，让我有个好学历，得他长脸，凭什么？也是为了你未来好吗？你想想，现在你在大学里有个闲职，
可你再仔细想想，未来真的没有什么晋升空间的。谢谢啊，我才不想要这个闲职呢。刚毕业就跟退了休一样，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我就不会干了。你把你老婆丢在医院，会有负罪感吗？不是刚刚去看过她吗？她真可怜，被你这样的人骗到手，嫁给你之前应该擦亮眼的。你怎么这么喜欢提她？可能是因为嫉妒吧。在没见到她之前，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黄脸婆。直到去年，校宴上你带她来了，她可是所有老婆里最美的。如果不是因为你说你们俩已经离婚了，我怎么可能让你撩到我？以前我就和你讲过了，我和她的感情早都已经破裂了，我爱的只有你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个，我根本没想过影响你的生活。只是现在。而现在，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却有着不完美的婚姻，你心里是不是很难接受？是不是很想摆脱？的确会很难受。我们都很不幸，这样的婚姻，就好像一个瓷器上有了一个宗眼。即便其他地方都是完美的，可有了宗眼，便有了瑕疵。有了瑕疵，那就是残次品，而残次品没有价值。瞧你真不容易。这外面噼里啪啦的，今天跨年，我今天约了好多朋友一起玩，结果临出门前刷到了一篇你先生的采访，我就合计给你发个信息，你也没回，打电话呢你给我挂了，我就有那么一点点担心。这儿挺好，这儿。2年前我骨折的时候住的也是这儿，贵是贵点，但是环境挺好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花都没有，没事，我带了。很香，很新鲜。我现在这样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活该？我来之前吧，就做了一个猜测，我想你先生应该不会陪你跨年。当然，他要是在的话，我在门口看一眼我就走。但是我猜对了。哎，正常。过年这么浪漫的日子，他能错过吗？我看那个新闻说你出事是12月27号，是吧？新闻报道的事情，你问我干嘛？上次我们见完面，你就跟你先生谈了。我只是想让他把我爸妈投在基金里的一部分钱还回来，有错吗？没错，但是方式错了。当时我就劝你，但是我知道你多半是不会听我的。你这样直接跟他说，他会有防备的。而且，我没想到他能这么狠。你什么意思？麦小玲，你觉得你现在这样跟他没有关系吗？曾杰要弄死你啊！不是这样的，我就是因为意外。当然是意外，如果不是意外的话，他现在就进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
我来呢，就是想听你说说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案子像蓄意谋杀。张烨，你真的想多了。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离婚，什么财产，我都不想了。我只希望我的。我很感谢你，这个时候还能来看我，还想着帮我，但我不需要了。我把你删了，请你撵在同学一场，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认命了，白小玲，这不是你呀。我确实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你的伤很严重。这跟他没关系，纯粹的意外。我也不说什么你需要我的时候随时联系我的话呢。新年快乐。警察不是坏人。我像坏人吗？去哪儿？前面那家咖啡厅，我自己过去就行。我送你过去。不用麻烦了，这家店我每天都去，这条路我自己没问题的。也没几步路，不送你过去，对不起这身上这身衣服。你这是先天的还是？是意外。在治疗吧？治疗不过是安慰，我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。你还挺乐观的。也只剩乐观了。警官，前面我就到了，我自己过去就行。啊，那行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嗯。哇，他这咖啡水平可以的，他2个手一块冲了，好秀啊，看着还不错啊。这水平，哎，那边也开始了。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水平高。不好说，一会儿还得尝尝味道呢。那就尝尝看呗。好好喝啊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他做的好喝，深藏不露啊，现在2比1了。不错。哎，这个怎么样？美女，也不错。我看你点的手冲应该是懂咖啡的，这2杯给你品鉴一下，选你喜欢的那杯就行。3比1完败啊！3比1，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！不可能啊！我就说这个好喝。我觉得这杯好喝。你再尝尝，就差不太多，明显不一样。美女，算我请你。你是老板？我是老板的朋友。你是咖啡师？我跟这儿的老板一起学过做咖啡。我学做咖啡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爱好，所以会比做咖啡生意的人做的好喝那么一点点。你做的咖啡香气很干净，我刚才看你冲的时候，好像手法很简单。哎，那些花里胡哨的手段全部都是唬人的。这手冲咖啡讲究的就是速度和温度，我速度比一般人快，味道比较纯粹。
还有事吗？你在看什么书呢？沙丘，科幻类的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开了一家密室，也是科幻题材的，他们正组人体验呢。要不你跟我一起去玩？我不方便。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一起玩就熟了。我真不方便。那去露营，我们去山间河边去弄一杯手冲咖啡，那感觉完全不同。我也不方便。这么不方便啊？这露营又不需要动脑子，有手有脚去不就成了吗？大灰灰对吧？嗯哼。你的咖啡很棒，不过我要走了。希望有机会再喝到你冲的咖啡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没注意。别说对不起，我很开心你没注意到我是个残疾，让我做了几分钟的正常人。不用帮我自己可以。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？我怎么知道你会去搭讪？也很久没人跟我搭过讪了，谢谢。不客气啊。今天我去看爸了。他还好吧？不好，心情很不好。去年跟你说过，我爸妈想拿回来一部分钱，你答应的是元旦后，现在马上都要10月份了。他们知道我工作室去年失火的事儿吧？当然知道。那他们也知道重建花了多少钱，我损失了多少作品吧？所以这10个月我都没催过你。现在呢，是困难时期，我们得……现在，你是涅槃重生的大师，名望比以前大多了。是啊，可名望转换成财富，还是需要时间的。好，我等你。我会尽快的。今天又不回家？是啊，得回工作室加班啊。欠了多少要交付的东西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，你辛苦了。不用送我上楼了，你的车停在这儿，挡着路也不好。行啊，那你回去了，好好休息吧。我哪天不是好好休息呢？你要好好休息才是。我还好，你回去记得早点睡。如果有事儿的话，给我打电话。来，干嘛？我给你叫了代驾，给我自己也叫了。那。说说，最近什么进展？先进你。大灰灰，我说了，你必须得找点什么线索，我才能帮你。你现在这样无凭无据的，我真的……我进的是你的警号，我不是故意查你的，我是很偶然才得知，你那个警号重启了2次。谁让你考警校？老爸说过，希望你搞学术、搞科研。你考什么警校？你学习比我还好，你不也考警校了吗？
我不当警察，怎么重启老爸的警号？我不希望他的警号永远被封存着。听哥的好不好？咱们家里有2个人当警察够了，你去学点别的，咱妈也放心。我爸跟我哥喝过酒，我都没跟他们喝过。李德，你了不起，你全家都了不起。行了，别说这个，我可不想在你面前掉眼泪。来吧，说说你的事儿，你家长怎么样了？我这2天认识了一个女孩，也不算认识，但也算认识，反正没加上微信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女孩她不是一个正常人。挺好，你也不太正常。什么呀？她这个人，哎，你有没有跟她说过，你此时此刻正在找你的前女友？那倒没聊那么深入，我连联系方式都还没要到呢。什么叫我在找我的前女友？这不是找，这是查，这跟感情毫无关系。我这个算是我职业病。哎，既然她和你一样不正常，那应该能挺理解你，说不定还会帮忙找你前女友啊。不对，是查。得，我跟你说不明白，等我跟她混熟了，带你见一见，你就知道了。说正经的，你说你调查怎么样？我前2天见曾杰了，怎么样？铩羽而归。太没问题，一点问题也没有，就是太没问题了。所以啊，从逻辑上来讲，这一点问题没有，就肯定有问题。大辉，你这已经不是推理了，你这是推测臆想，带着假定性看问题是会有问题的，知道吗？我这不是还没说问题呢吗？你不是说没问题吗？如果你找到刘威了，你准备跟他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对视，消失，一笑，好像没什么可说的，也不需要说什么，知道他没事就行。但我知道他不是没事啊。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看我！他被卖到了一个地图上查不到名字、导航也没法精准定位的偏僻山村，卖给了一个大半辈子都娶不起老婆的老光棍，一个好歹上过大学的网络颜值视频主播，在一个可能根本不通网的村子里，绝望地成了一个陌生人的媳妇。没有好的食物，没有能安稳睡下的床，每天提心吊胆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怎么逃走，但每次都会被村里的人发现，被抓回来，还得挨打。快1年了，他可能已经迫不得已生下了那个老光棍的孩子，再也不会有人叫他名字薇薇了，只会喊他一声喂啊！不会的。怎么不会啊？这样的悲剧又不是没有发生过。全国治安监控的普及率已经是非常高了，如果当街发生了劫持的事件，不会有警察发现不了。希望？什么叫希望吧？哎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你千万别在这儿胡思乱想了。按照你这个瞎编的方法，是不是刘威被劫持的同时还能分个心，给你发个信息，说声分手啊？我说了，这是我最担心的结果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太绝望了，生不如死。刚刚都是我瞎想的，但小薇现在确实是不见了。你承认我说的？是。那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推理？你别不说话装酷啊！我说你听，你要是觉得哪个地方不合理，你就指出来。你说，说。首先，
我必须得承认，我和小薇的恋爱其实从开始就是不会有结果。我们两个心里都明白，两个收入不稳定，又对未来只有想象没有规划的人，又处于各自本身都不稳定的状态，叠加在一起，就是随时都可能一拍两散。以小薇的条件，想要找一个比我有钱、比我强的男人很多，但是小薇她很酷，她只在意的是对方能不能打动你。所以遇到宗杰的时候啊，她动心了，她会说那些趋于完美的话，会把瑕疵叫尊严。面对一个年轻的大师，还是教授，又有钱的男人，换了我啊，也不会选我的。但是啊，这不是小薇见异思迁，也不是她爱慕金钱，是我们俩相处时间太短了，根本没什么感情基础。最起码她在和曾杰开始的时候很尊重我，先跟我分了个手。啊，你跟这个叫尊重？我觉得是啊，起码分手了，他就不叫绿我了呀。荒谬，这有什么荒谬的呀？哎，这我得替小薇说一点啊，在分手这方面，小薇做的是干干净净，对我也好，对曾杰也好，她都是尊重。可坏就坏在小薇太容易动感情。我跟你说过我们俩是怎么在一起的，荒不荒谬？多荒谬！但我们俩还偏偏真就这么在一起了。小薇是一个从小就缺乏安全感的人，所以一旦某个细微之处让她产生了安全感，她就真的会动感情。曾杰就是给了她这种感觉，但应该在那个时候，她不知道曾杰已经结婚了。你居然是有老婆的人，你怎么能这么骗我啊？好了没多久，小薇就发现曾杰是一个离婚人士，她很崩溃，很可能跟曾杰大吵了一架，甚至还说了一些威胁的话。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你！我觉得小薇最多就是嘴上说说，骂几句，毕竟她也不是没遇到过渣男。可是曾杰害怕了。一般的渣男有什么可怕的？可是曾杰不一样啊，他有身份有地位，他必须得要脸，而且他老婆本身就是一个富家女。曾杰搞艺术都靠他老婆家里出钱支持的，他必须不能让小薇的存在影响到他的声望。他可能会提出一些条件，比如给一些钱。小薇气头上来了，不要他出钱，曾杰更害怕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于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他就这样杀了小薇。凶案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尸体，但对曾杰来说，反倒是最简单的事情。他的窑炉可以让一切灰飞烟灭，可他还是怕留下痕迹，因为小薇一定在他工作室留下太多痕迹，难以消除。所以没过多久，他就处心积虑地制造出一场大火，把整个工作室烧得干干净净。火灾的情况通报里提过了。对啊，谁能相信曾大师自己点了自己的工作室，烧了自己的诸多作品？你想想我刚刚说的过程，是不是合理？是不是符合逻辑？所以你觉得你说的就是真相？起码我的推演符合现在的结果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如果你觉得小薇没出意外，你有没有什么证据？阿辉，你怎么没早点发现刘薇不见了呢？分手之后1年了，你突然间发现了，1年了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帮你找？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帮你找小薇？笑屁！
你终于相信我了。我是认可你的能力。哎呀，今天系里开会，拖拖拉拉好久才结束。吃了吗？吃了，订的工作餐。以前你不是最不爱吃西餐吗？最近怎么总吃这些东西？换换口味，弄着也方便。自己在家就别折腾了，要不明天我给你请个做饭阿姨。家里请个人，我觉得不自在。你晚上还走吗？的确有好多事还没做完。你该忙就去忙吧，我知道你现在压力也大。也好，那我一会儿取2套衣服，晚上回工作室加班。赶紧把那批订单都弄完，快点搞到一些钱，也让你父母安心一些。谢谢老公。请吧。我哥们儿说你天天几乎都会在这儿，只坐这个位置，我就专门在这儿等你。刚刚你过马路的时候，我就看着，开始冲这壶咖啡，时间正好，现在喝，温度一定非常合适。和昨天的不一样。我就说你懂得喝嘛。昨天是危地马拉水洗，今天是哥斯达黎加的日晒，拼配巴拿马翡翠绿标，这是阳光的味道，是我特意为你调配的。你觉得我很阳光？当然了，非常阳光。除了这杯咖啡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原本是想就着昨天的唐突给你道个歉，但是我想了想，你说的对，如果我道歉的话，那就是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正常的人，所以我只是想单纯的请你喝一杯咖啡。咖啡我已经喝了，希望你不要再拿出二维码，因为拒绝别人并不是件开心的事。那不拿二维码可以聊聊吗？虽然我不想，但确实喝了你的咖啡。你别怕我尴尬啊！你要是不想聊的话，随时端茶送客，我随时走人。聊吧。我认识很多好的中医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别，不聊这个了，换一个。你其实挺有钱的，该找的医生你全都找过了。我怎么就有钱了？钻石手镯、钻石耳环、鳄鱼皮的包，衣服也是大牌子。香水我虽然没闻过，但肯定也是高级货。轮椅也是全自动的。昨天戴的表镶蓝宝石，今天是满钻。观察力这么强，职业习惯吧。但你看起来不像是奢侈品店的销售。你应该生在一个不错的家庭，你喜欢看书，这个咖啡店离大学也不是很远，你父母应该都是懂学识的，比如父亲经商，母亲教书这样。我就不能靠姿色找个有钱男人吗？那这哥们儿的嗜好有点特殊了吧？你为什么要撩我？我没有撩你啊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你跟别人都不一样。你是有什么特殊嗜好吧？没有啊，我昨天撩你的时候，我都没发现你下。你承认你是在撩我了？你这个性格我越来越喜欢了，好阳光。我不阳光，一点都不。如果让你坐在这张轮椅上，你也不会感觉到阳光的。那能康复吗？还是正在康复当中？哎。哎，对了，你做什么职业啊？
无业游民，看到你这个富婆在这儿，就不想努力了，想来试试。真的吗？差不多吧，反正我就是一个做视频的博主。什么视频啊？悬疑推理案件分析啊，你要是有空，你也可以看看，号叫《真相背后的逻辑》。吃不吃甜点？蓝莓慕斯。上菜，刷我的卡。你办卡了吗你？哎，我下回给你办一张不就完了吗？我们都希望获悉真相，真相总是隐藏的最深，只有梳理清楚逻辑，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真相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《真相背后的逻辑》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灰灰。今天我要讲的案件是 A 国交代的连环杀人案。喂，今天得下班，太多活干不完了。你自己在家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吧。你也别太熬夜，早点休息。在这里，我不去讨论 A 国是否应该存在死刑，只是我情感上无法接受，像这样的人渣、道德、公义、良心都无法约束他。可惜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做视频的，既没法让人渣迷途知返，也没能力帮助这种被人伤害过的人，只能尽我所能，把每一个视频做好，希望世界变得更和谐安静。怎么不说话了呢？哦，我在想点什么菜呢？有心事？没有。真没有？我是想结束。前一次见面时，你搬家，面积虽然不大，但的确是一间不错的公寓。记得上个月你跟我说过，在竞选什么项目组的组长，看样子是成功了，恭喜你啊！你不生气吗？看着你一步步变好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只是有些遗憾。你说过，每个月去吃一次你收藏的餐厅，够我们吃2年的。还有好多我们都没吃过呢。曾老师，谢谢你帮助过我，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。正是因为有你这么优秀的人在我身边，才让我有了更加努力的动力。只是现在的我没有办法喜欢一个人。还有那些我们没有吃过的餐厅，我都一起发给你了。今天是2019年9月27日，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珍惜这一天。尊重你的选择，虽然觉得很遗憾，而且非常非常不舍得。谢谢你尊重我。告别了。这样，这么巧啊！我基本上每天都在这儿，基本上都坐这儿，这有什么巧的？喝点什么？哎，咨询你个事，之前你说你朋友的密室逃脱需要飞檐走壁、爬上爬下吗？我得给我朋友提个意见，让他研发一个不需要太多肢体参与的密室游戏。那露营的话，有手没脚可以去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可以把你照顾得妥妥的。我很久没有去过室外了。你想什么时候去啊？
今天。这么着急啊？那算了。哎，走，出发。等一下，麻烦你把这件衣服换上。是个什么玩法啊？我是个已婚妇女，特征还这么显著。要是被认识的人知道我跟你一起去露营的话，被我先生看到会很尴尬的。我不在乎解释，但是人嘛，爱八卦肯定胜过爱听解释。原本我觉得自己坦荡荡的，怎么突然还觉得心虚了呢？那弥补一下你，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。我的腿是因为去年车祸残疾的。车祸？我把车开到路边水沟里去了，不是因为我技术差，是刹车当时突然失灵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踩的不是油门啊，是，我也确定你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马路杀手。但是，1年前的一个下午，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开车去了？你老公没陪你吗？他忙着呢。我好不容易约上大师给我爸祈福，等他时间不知道到哪天了。不过他昨天专门帮我把车送去保养了。那你回来得几点了？也就1个多小时路。怎么了？怎么刹车踩着没反应了？这么快？踩错了吧？怎么可能真没反应了？啊？那你现在能减速吗？怎么办？我现在速度很快。你别着急啊，我现在马上给你找人来稳。我怎么停下来啊？理论上我还有恢复的可能，但仅限于理论。实际上，我已经接受了余生都要坐在轮椅上的现实。不用替我觉得惋惜，更不用觉得尴尬。我是为你这个阳光的心。大慧慧，你不用装真诚，因为真的很假。那我先去把衣服换上啊。你尝尝看。哎，你是哪个机构的呢？什么机构啊？我看到你照顾人还多细心的，还会煮咖啡，所以就想问下你好多钱1个月？不得行哦，我是他承包的。哦，什么眼神啊？哎呀，现在露营这么火吗？这地方方便，来就行，所以人多。下次要是提前准备一下，咱们能去一个更野的地方，搭个帐篷什么的。那样的地方不适合我吧？没事儿，大多数的路轮椅都能过去，实在过不去我背你就行了。算了，不麻烦你了。我现在这样什么事都做不了，实在不想麻烦别人。你别这么说，你能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。我能做什么？你看过直播吗？现在有一种主播叫做轮椅主播。残疾人吗？不是，他们就是坐在电脑面前，就像是坐在轮椅上一样。你想让我直播卖惨啊？卖惨早就过时了，现在都卖坚强、卖独立、卖乐观。你会打游戏吗？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就往那一坐，只要不说自己结婚了，还是能骗到不少粉丝的。我打得很差，这东西又没关系，练就行了，熟能生巧啊。你前女友也是做这个的吗？是啊，她也是做直播、做视频的。那她是不是很好看？有照片吗？去年跟我在一起没多久，就跟我分手了。很漂亮啊，为什么分手？觉得你配不上她？是配不上他呀，他那么年轻漂亮又心高气傲，像我这种普通人当然配不上他了。怎么了？还想他？早就没想，只不过我最近发现他好像失踪了。把你拉黑了？拉黑那是正常的，就是他不见了，一点痕迹都没了，就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。大慧慧，既然分手了，就放下吧。
10万定金，剩下20万做完后给你。你很好看啊，你这么好看，气质这么好，你老公在外面还有人啊？姐姐，是不是你在外面有人啊？钱还赚吗？我就是随便问问，你不用那么在意的啊，姐姐。我很在意。你如果想赚钱，就做好你该做的事，不要这么多废话。放心，拿了钱我会好好做事的。你好像有男朋友吧？无所谓啊，随时可以分手，本来就没有认真谈。但凡他有点钱，我至于替你做这个事儿吗？你男朋友也挺可怜的。他哪里可怜了？跟我在一起，已经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。不过还是你老公运气好，老婆这么漂亮了，还能再遇上我。哎呀，我女朋友陪着一个大主播来直播，非让我陪着。急什么呀？真烦！你开车跟我还挺像啊。我是说你的嘴。哦，那你也是这种眼观六路、嘴骂八方的风格。这骂别人加塞，骂别人不让我们加塞；骑车时骂开车的，开车时又骂骑车的。是啊，现在没法开车了，才发现自己以前多没素质。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像是在骂我呢？你开车带女朋友的时候也这么骂骂咧咧吗？没有，我是跟前女友分手以后买的这辆破车啊，都不知道几手的了，委屈了啊，富婆。我挺喜欢你这种底盘高的车，视野舒服，而且我好久都没坐过副驾了。那你先生一定开的是一辆大好车，后座宽敞，不像我这辆车后面太挤了。哎，你家在哪儿啊？我们往哪开？送我回咖啡厅。我都穿成这样了，你还怕我送你回去啊？我先生下班早的时候会去接我。哦，你先生是做什么的？艺术家。厉害啊！什么艺术啊？哎，你怎么开车的呀？让那车加塞了吧？着什么急呀？投胎去啊！呀，你今天居然主动加我微信。你先扫，要不要通过你看我心情？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呀。有机会再见。曾杰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人。什么人？刘威。你想干嘛？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了。你是想把去年的事重新翻出来吗？我没想跟你吵架，也不想提这件事，我就是突然……你到底想干什么，白小玲？这件事再翻出来，你很高兴是不是？不是。我有时都会觉得，会不会是报应，才让我站不起来？对不起，我不该提他。我们之前就说好了，那件事过去了就过去了，都烂在心里，谁都不要再提。回家吧。送我回去，你还得再回去加班。算了吧，反正离家不远，我自己回去。我正好也想吹吹风。麻烦你帮我拿下轮椅。
小玲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了，但是去年我们就说好了，这件事谁都不可以再提。我再提醒你一句，当时说的可是谁要是想离婚不想过了，再把这事儿给翻出来。我问你，你又想离婚了是吧？不想，你还没把我爸妈的钱还回来，我怎么跟你离婚呢？我不对，我不该提，以后我也不会再提了。是，她很漂亮，也有气质，家里还很有钱，所以很多人认为我娶了一个完美的女人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她经常会用最冷淡的方式说出让人难受的话。而且始终都带着一种蔑视。我是艺术家，是教授，她只是个暴发户的女儿，可她偏偏带着不知从哪儿来的优越感和冷漠。可能是她从小生活的条件太好，追她的人太多，她认为所有的男人都应该视她为中心。他想抓你婚内出轨的证据，是想分你的财产。你不是说他家里很有钱吗？有谁会嫌钱多吗？我们有不少的婚内财产，他应该是想让我净身出户吧。幸好，你老婆请来帮助他的人是我。为什么告诉我？你其实是白小莲雇来让我出轨的呢？他让我先去酒店砸了你的作品，他说你不会生气，只会开心。他还真是了解你啊！你做到了。但是我看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上你了。我对陶瓷没什么兴趣的，对宗彦也不喜欢，但你让我明白，那你也可以无与伦比。这一句话是真心的哦。我连初恋都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男人，我之前遇到的男人都太不堪了，眼高手低的大学生，没钱没理想的混子，毫无品味只知道炫耀的富二代，还有我前男友那样不甘平凡却只能平凡的普通青年，他们都没有办法跟你比。虽然我知道我跟你不会有任何的结果，但我还是忍不住的喜欢你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没有结果呢？曾大师，你受得了我这样一个满身宗艳的人吗？我为了钱都能去勾引别人老公的。但你真诚，我骗不了自己的，我真的喜欢上你了。所以我还有更重要的证据，50万就给你。我老婆给了你多少啊？30万，尾款还差20。那你就没想过再拷贝一份给他？我喜欢的是你，又不是他。20万呢？万一你变心了呢？我都这么喜欢你了，你还不相信我？那好，我还有一份视频，是你老婆找我时我偷录的。她亲口说，让我勾引你，再拍下证据。这你都录了？对啊，我怕她不给我剩下的钱嘛。这个视频对你肯定有用，有了这个，你还会记得她吗？
你觉得我会记得他吗？其实我早就想结束这段婚姻了。还有就是，我也喜欢你。可惜啊，我也接受不了宗爷。出轨就是宗爷。你还记得吧？我跟你刚开始的时候，是要先跟我前男友分手的。我只要现金，你老婆给我的也是现金，80万现金，你应该管能准备好吧？嗯。美弟儿，回来喽！啷个巧哦，我刚要走噻。你怎么又过来了？来城里办件事，过来看下你嘛，美弟儿。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别叫我妹夫。我跟你妹没结过婚。没结过婚又咋个了嘛？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妹弟儿。再说了，这手里又没别个。你婆娘又不在，哎，你婆娘叫啥子来着？白小玲是不是？别说是你婆娘嘞，就算你带个别个女人，我也装到不认识你噻。我啥时候坏过你好事儿嘛？哎呀，可就是我妹儿哦，没了这个命，算命的说过穷命，没得嫁给你，就是她的命不好。没得办法，可是我命好啊！我有你这个妹弟儿，等着。就这点儿哦，现金就这么多。我给你个卡号噻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能转账。哈喽，那你是怕别个晓得你有这个过，还是怕别个晓得我有个妹儿哦？还要多少？别说的，我好像在讹你噻。老家的房子要修了。我妹儿那儿也该修了，不多，10万。下周来取钱，但是来之前一定得告诉我。好，那我就再跑一趟噻。林珊，你每次管我要钱，我都给你了，但是你给我记着，嘴上别乱喷。我嘴还不严吗？我嘴要是说出去了。让你那个有钱的婆娘跟你离了婚，不对，你那个婆娘好像是腿坏了，肯定离不开你噻。哎呦，妹弟儿啊，现在你舒服的很。我告诉你珊，想要钱的话，把嘴给我闭上。张姐。你是我妹弟儿，不是我哥，别跟我吼噻，还是啥子艺术大师嘞？要懂文明讲礼貌噻，听到没得？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车好久换了，换的时候跟我说一下。给我看看嘛，啊！
处理掉，还有那些垃圾作品，有瑕疵的、有宗眼的，一个都不要留。把里边的给我拿出来。可惜啊，你们做事还是不够细心。如果把温度控得再精准一点，还能出这么多问题吗？曾老师，这些都砸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没有一颗追求完美的心，你怎么做出好作品？老师，他。你又来干嘛呀？采访啊？你好好的东西就这么砸了，不可惜吗？有宗眼的作品我都会处理掉。你不是知道什么叫宗眼吗？哦，知道，小薇跟我普及过。这个小薇是你什么人？我前任。分手多久了？去年分的。那你找了他一整年了？没有，就这几天。曾教授最后一次见到刘薇是什么时候？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，怎么可能见过面？哎，要不你查查自己的通讯录？这位朋友，我很不理解你的行为，但是我不会干涉任何你想干的事儿。同样，我也不希望自己一次次被你这样莫名其妙的骚扰。我不知道你和你的前任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，已经分手1年多，突然要找他，因为这是你的私事儿，我无权干预。我只希望下一次你别来找我。哇，曾教授是不是学过表演？这演的真像不认识刘薇一样。我确实不认识他，我也不认识你，请你离开我的工作室。呀，碰瓷儿啊！报警吧！报警！报警！这个人打坏了你的作品。这些是本来就要处理的有宗眼的残次品。这是我学生的作品，即便他有宗眼，也是完成的作品，我们可以任意处置。而你没有这个权利和资格，你闯进了我的工作室，砸坏了我们的作品，我当然得报警。曾大师也这么无赖啊？有什么话留着，跟警察说。这东西多少钱？别讹我啊！你怎么那么冲动？你砸人瓷器干嘛？他要走，我就拉了他一下，他就把自己手里的瓷器摔到地上了。而且我去的时候，他们正在砸那些瓷器，那些都是有宗眼的残次品，都是要处理的。被曾大师给阴了。我跟你说，小薇的事一定跟他脱不了干系。他今天整个人对我都是有敌意的。他要不是心虚的话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？都是推测，没用。推测是为了建立和明确方向，只要方向没错，我就肯定能查出来。你吃饭了没有？我这还没到家就来找你，你说呢？网上那些曾杰的信息，你仔细分析过吗？什么信息啊？曾杰是完全靠自己在外打拼的，家里条件不太好。上大学的几年都是靠勤工俭学和奖学金，但是读研期间他突然间经济条件转好，还会开着车去上学。读研毕业之后呢，他留校当了老师，之后2年内作品不断得奖，再后来他就结婚了，老婆家里是经商的，挺有钱。那他就是在读研期间认识的他傍上富婆了呀，这逻辑就说得通了。曾杰通过他老婆家的钱改变了自己。所以他怕他有外遇的事情被人发现。没错，他老婆应该完全不知道他有外遇的情况。这你怎么确定啊？基本上能确定，就是要再找一找。怎么说？去找曾杰老婆？这明显是一个可行的路线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乱来，一切都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。终于开始步入正轨了，你肯定也觉得曾杰很可疑吧？快说说，你还有什么收获？我觉得其他的也没什么用吧。网上的采访大多都是重复性。不，了解一个人很重要。就比如你今天告诉我这些信息，就非常关键。我原本一直以为曾杰的事业成功是很轻而易举的，
没想到他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是一个经历磨难的普通人，这个就很重要。怎么重要？怎么重要呢？啊，一个市场里边有这么一群保安，这保安队长退休了，从底下兄弟选一个上来接替。这个保安想当一个好领导，当他上任之后，就会对原来的兄弟啊更加严苛，动辄训斥辱骂，不吝责罚，稍微犯点错就会严厉惩戒，开除起来更是毫不留情。人的心态会随身份改变，人想要攀登高位，就一定付出过代价。是啊，如果曾杰从穷苦的家庭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他一定非常在意，不会让自己的地位和生活受到影响。真希望你是错的。这么看好我啊？不是不看好你，是如果你是错的话，小薇就会没事儿，这是最好的。我肯定不希望那样的结果。大姐，我要2包这个，然后再给我根棒棒糖。好。大姐，请问咱们村哪儿是画画的呀？画啥子？就是画画。都是啊。都是。除了我家开超市，你看全村都是画画的。全村？那能赚钱啊？小伙子，为了生活没得办法嘛。大哥，能跟您打听个人吗？你找哪个？你们家之前有没有一个叫曾杰的在这干过？曾杰？哎，我们这儿有没有叫曾杰的啊？没得，没得曾杰的。你是要画啥子？哦，他是画……哦，你看我们这儿都画的是梵高，你准备画啥子？啊，咱们这儿是这么分哈，都画的一样，咋挣钱呢？那个每个图案它都有专攻，你看对面它就是高更。再往那个东面就是莫奈，再往后面就是毕沙罗。啊，全是印象派啊！我们以前也画过毕加索，也画过达达杜尼，现在生意撇了。我们村上基本上都是印象派，没得你要找的曾杰。啊，谢谢大哥，我再去别家打听打听。啊，慢走啊！大哥，哎，老板，开花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是来打听个人的。你们这儿以前有没有一个叫曾杰的在这儿画过画？姓曾的呀？哎，我记得以前是像有这么一个人，曾帅。曾帅？啊，他叫啥名字我记不到了。姓曾，人长得帅，大家都喊他曾帅。啊。哦，我想起了，7、8年前的事情了的嘛。这是7、8年了，有10来年了吧？那个时候你那个娃儿还没出生的嘛。哎，这小子厉害哦，可以同时画2幅画。同时画2幅画？啊，他就是手脚快点儿嘛。哎，不过那娃师兄比别个的钱都赚得多，他家里困难，要拼命的挣钱。这么拼啊？缺钱啊！老爸现在住院，家里是1分钱都借不到，40万，我上哪儿挣去？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，我还被保研了。就算是奖学金我能拿，可我还得吃饭的吧？这么一幅画能卖多少钱？睡莲村里卖500，批发最低350。日出这2年比较火，每张能多卖个50块。这些画画廊买走了，一张能卖个2、3千。我画一张的工费是150。这么看来，这艺术品也不贵啊。你管这叫艺术品？这不就是复制吗？毫无创意，顶多算个工艺品吧。不配，工艺品也不配，它就是个垃圾，垃圾。
那他后来是赚到钱了就走了？全是钱，他又不是磨来。他一天画一幅画嘛，就是100多块钱嘛，要凑够40万，不吃不喝嘛，也要画2、3千幅画嘛。他后来去上学去了，本来上学可以接到画，但是他一直没过来。哎，这几天正好，我还弄老照片存到手机头了，正好有他照片上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合影，这个就是曾帅。哦，对，就是他。哎，那他边上这女的是？我记得叫林芳，是高跟的业务员。林芳，她跟这个曾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有啥子关系哦？哎，但是我晓得有一个女的经常来找曾帅，哎，是个有钱的女的嘛。有钱的女的，是一个。你记到不嘛？开个跑车，就是的，长得像实话实搞。我还是把你们的有个富婆来找我的，你看你还扬着，怕那些富婆的眼睛都瞎了。大哥，能不能把你手机里那张照片发给我呀？行吧。啊，还有，你们有那个领房的联系方式吗？干嘛？这个时间我肯定上班啊。不是。你还真找到人以前打工的村子里了？什么林芳？你给我发过来那条信息什么意思啊？林芳和曾杰关系好，好不容易打听到的，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根本打不通。这个人啊，可能是突破口，他和曾杰的关系一定不一般。有什么不一般的？不就是一张合影吗？大哥，你观察力怎么那么差？你仔细看，放大了看啊！你看看林芳的眼神，是不是在看曾杰？是，照片是模糊了一点，但是你仔细感受一下，像不像是恋爱中人的那种感觉？你再看看林芳手背上沾的全是颜料，他就是个业务员，又不是个画画的，他怎么会沾那么多颜料？他就算拿东西的话，他也不能沾在手背上啊！你再看曾杰，满手都是颜料，那明显是曾杰摸林芳摸的。真是，这个林芳什么人？根据我现有的推断啊，当然我的推断能力你是知道，我推断林芳就是曾杰早年的女朋友，多半是没公开的那种。曾杰呢也确实出身穷苦家庭，没什么钱，哎，但是华家村的人跟我说啊，他们看到过一个有钱的女的来找曾杰。至于是不是他老婆，这个我想个办法再去搞清楚。你又要去找人老婆？喂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我那是去调查。你这么骗人，觉得自己特光荣是吧？我怎么就骗他了？如果曾杰真的像你我想的那样是一个衣冠禽兽，那我们就是救他老婆于水火之中。他老婆看上去不像是个坏人。行吧，再捋捋。隔了一天你才心情好啊？心情一般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思考一些事情。今天忙，没有时间去咖啡厅找你。你应该忙才对，我加你是来催更的。催更？对啊，我把你的视频都看完了，没新的了，赶紧更新。谢谢大姐，有没有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啊？没有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更新？我最近太忙了，而且没什么灵感。你知道做视频嘛，没灵感的时候是实在没办法。你不怕掉粉？我怕呀，但是没灵感做出来那些不好看的东西掉得更快。好吧，那没事，我把你删了。别呀，这刚加删，为什么要删啊？大灰灰，我是个残疾的已婚妇女，你至于这么饥不择食吗？我现在在你面前不是一个护工的身份吗？顺便告诉你一下，我坐了轮椅之后，家里钱都是老公管了。
你就算不想努力了，我也帮不了你。别把我想的这么龌龊了，人和人之间要有最起码的信任。那今天先不删你，等心情好的时候再删。我要休息了，再见。曾洁、白小玲，你为什么会看上曾洁呢？你应该不知道小薇的存在。你知不知道曾洁的秘密呢？嗨，怎么样啊？白小玲是个女老板，应该算是个富二代吧。那公司是他爸妈出钱搞的，他爸妈都退休了，他爸一直在医院，不晓得是中风偏瘫还是啥子的，反正1年多了还在休养。她老公是个教授，还是个很有名的陶瓷大师。他以前怎么样？他读的就是个普通2本，学管理的，看起来没啥子好上学啊，不是旅游就是搞一些学校的水产活动，股票的不错。不过可惜哟，现在站不起来了。哇，哪来的？你不知道我帮到啥的，所以他和他有关联的同学、闺蜜、朋友学的社交媒体，我说那爬虫爬了个遍。她老公没得，她老公几乎不用社交软件。要么就是这个人很自律，要么就是很谨慎。你都搜到什么了？这个白小玲上学的时候睡的人很多，不过耍朋友就耍了1次，和他的师兄。毕业后师兄出国了，他就单身了很长时间，没得好久就结婚了，3年前吧。婚后生活怎么样？我不晓得，我又没结过婚。我说白小玲。哦。他婚后的社交媒体发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东西，看不出来啥子。不过从他的互动来说，我觉得别个还是挺羡慕他的。还有个追求者叫张烨，一直在他的社交媒体下面点赞捧臭脚。一直到去年年底，这个张烨不见了，我觉得是被拉黑了。追人嘛，哪个可以让他轻易放弃呢？没什么特殊的了。当然我能查到的就是这些了。大哥，我又不是警察，我能查到这些已经很不错了。也行，反正我也没指望你给我什么惊喜。喂，我可是搜了2个小时嘞，你自己去查，2、3天也查不到这些。哎，你想做的？你是想勾搭已婚富婆呢？神经病！我是查正事儿呢。你待会儿把你查到的全发我手机里啊。我再送你一个文档。什么文档？如何取悦富婆？滚！发过去了。有空吃饭吗？明天你还在咖啡厅吧？
从今天开始，全都忘了吧。忘得了吗？那就永远不要再提，就当是从来没有过这个人。以后，谁要是再提这件事儿，就当是不想过了。好，这个烂事就烂肚子里。暗黑者，你还喜欢看这个呀？你一直不更新，我就随便看看剧。杨正辉，大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跟见了鬼一样，谁想看见你似的？哇，这你女朋友啊？你现在这品味可真够独特的。别瞎说啊，她就是我一个朋友。哎，你怕什么呀？这谈了女朋友呢是好事，人家这腿脚不方便嘛，你就好好照顾一下。哎呦，我祝福你呢！祝福你全家，你们能别胡说八道了。不是你怕什么呀？那么心虚干嘛？我哪儿心虚了？你烦不烦啊？我求求你，你赶紧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，真的，你赶紧走吧，谢谢。你别碰我啊！行了，不打扰你们了啊，祝你身体健康。晦气啊！前女友是你之前说去年找不到的那个？啊，不是，是那之前的。他好像对你不是很友善啊。分手的时候就不太体面，那是好多年前了。那时候我还没开始做视频，也没什么钱，就连他过生日我也得用花呗借钱给他买礼物。后来有一个男的一直在追她，还挺有钱的。我发现了，就跟他大吵了一架，他就跟那男的断了联系。结果没过多久，发现他跟另一个男的在一起，那个男的还是个结了婚的。他不适合你，你再忍也没用。不是他不适合，是以我当时的条件，任何女孩都不适合吧。不过，我后来就下定决心辞职了，开始做视频，当大 V。你现在成大 V 了吗？嘿嘿，暂时还没有。不过我现在收入比当时好多了。哎，我都已经把我这么糗的事情都告诉你了，你是不是也说说你自己啊？我又没让你说，你自己要说的。我就是想知道你老公是怎么跟你这么有钱的女孩在一块儿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也学不会啊。没准儿呢，你说说看呗。我今天要去菜市场买菜，你陪我去。我看心情和你聊聊。走。走什么？你忘了规矩了？哎，幸好我把这身衣服放在后备箱了，要不然还没法陪你去菜市场呢。你上一次穿了之后没洗吗？我才穿了1天，洗什么呀？你们男人是真行啊！有年夏天，我跟朋友自驾去玩，路上车胎漏气了，我们2个女生都不会换轮胎，叫了救援，但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到，就在路边干等。正好遇到我先生带着学生去山里采风。这怎么了？我车坏了，车胎漏气了。有备胎吗？啊，有，后备箱里有，但我们2个都不会弄。没事。哎，你拿那个警示牌放我们车后边，你把这个工具和胎拿出来，咱帮人把胎换了。
今天太感谢你了。没事，路过举手之劳。张老师，都好了啊，赶紧上车吧。哎，好。你这么年轻，是老师啊？现在只是个助教。你是带学生出去玩吗？我是带学生到山里采风，我们是草原大学艺术系的。你们去哪儿啊？要不要一起？我跟朋友是出去玩的。你们开这么好的车，到山里肯定也是住民宿。我们去采风，一般就找个老乡家借宿一下。你们2位美女吃不了这个苦的。行，你们好好玩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哎。我叫曾杰。哎，你开的什么车啊？卡宴。那你们记得那富婆开的什么车吗？记得记得，当时我围着车子转了几圈，看清楚的，保时捷。你有保时捷的跑车吗？我一直都不喜欢跑车，我喜欢高一些、视野好的。啊，所以你和你先生就这么在一块儿了？这个不错啊，是你喜欢的衣冠禽兽款。你在哪儿衣冠禽兽了呀？你看。他是个艺术家，朋友圈里啊都是各种陶艺。哎，我以前没发现，陶艺还真挺漂亮的。怎么着？看中了人，不感兴趣的东西现在也喜欢了呗？他很厉害的，拿过奖呢。那他这么年轻就是大学老师了。白同学，你要抓紧时间勾搭呀，不然的话容易让别的美女们捷足先登啊！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别闹了，上车。没多久，我生日后，他看到我朋友圈送了一件礼物给我，收到一件礼物，很特别，一件普通的作品而已。这个是发簪吧？你做的？是啊，我看你也不缺什么，名牌包、首饰这些你都有了，就选了个造型，做了一件小东西送给你。我很喜欢，从小到大都没有人专门给我做过东西，还是这么特别的东西。你还刻了一句话。这是什么？欲寄彩笺千尺素，山长水阔知何处？怎么一个字都认不出来？我用古篆体，你知道意思就行。什么意思啊？搜出一句诗来：年华灼灼艳桃李，结发簪花配君子。这哥们儿有想法呀。或许吧，反正当时我还挺感动的。觉得他挺用心的，也是，他做什么都一如既往的用心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嘛，这个鱼新鲜得很，都是今天早上炫来的。看我还说你今天不得来了的。谢谢啦，慢走哈。啊，那个摊主跟你很熟啊，你爱吃鱼？我特征这么显著，多来几次不都跟我熟了？我不爱吃鱼，我先生喜欢。你都这样了，还要在家做饭啊？我都这样了，我只能在家做饭了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什么事都不做。还是老样子噻，五花肉要瘦点儿，猪肝、心肺一样来点。这也不像是你爱吃的。五花肉他喜欢，猪肝补血，猪肺炖汤，他老熬夜。你可真够贤惠的。哎，小北，好了。接下来该买青菜了吧？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呀？买完青菜，市场门口有一家进口超市，里面有很好的牛排和面包。哇，你买牛排可真贵。肉质等级高一些。哎，我是送你回你咖啡厅啊，还是回家？回家。我先生今天要加班，不能接我。好。哎，你先生可真有福气啊，你对他可真好。买菜做饭有什么特别的？妻子不都这么对先生吗？再说我现在是个残废，你觉得这叫福气啊？你以前又不是，再说你一定会治好的。要不我还是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很近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我都穿成这样，你不用有什么顾虑。不是顾虑，是我有自己回去的能力。今天已经很麻烦你了，谢谢。
别客气，那你自己小心啊。记得把衣服洗了。哦。曾杰，出院前有些事情，我想先跟你说一说。你说。我先向你承认一件事，前段时间，我确实是想跟你离婚的。现在呢？还想离吗？你想吗？曾大师，你受得了自己的老婆成了一个残疾人吗？这样的尊严，你能忍吗？医生说过，你还是有几率康复的。如果我康复不了呢？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不可能抛下你。对，曾大师当然不能抛弃受伤残疾的妻子，这样做了，你的声誉会受影响。这些话回去再说。怕丢面子是吧？我意思是没必要在这儿吵架。我不是要吵架，我是想把事情说清楚。曾姐，这次我差点就死了，我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。夫妻嘛，哪有完美的组合？我现在成这个样子了，如果再离婚，我爸妈肯定是要找你要钱的。你先不用说什么公司是我的这种话，我家的钱你弄走多少，你比我清楚。我现在心平气和地跟你谈，谈一个我们都能接受的条件。你说吧。第一，你要演一个好丈夫，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你对我的不离不弃和关爱呵护。如果你有需要谢夫人出席的活动，你必须带着我。你放心，就算我坐在轮椅上，也不会给你丢脸的。你不用不情愿，这样对你的人设也是有帮助的。第二呢？3年之内不许提出离婚。3年之后，或许我已经习惯了坐轮椅，心态可能会变好。到时你要离婚，我不阻拦，给你自由。这3年里，你只需要在外人面前演好一个丈夫就行了。你不用回家住，也不用整天陪着我。你在外面爱跟哪些女人厮混，我一律不过问。还有第3？当然有。你应该知道第3是什么。我爸妈的钱你要逐步还。我想明白了，该吃的亏我认了，你不用全还，你只要保证每年拿回来300万就行，3年一共900万，这还不到你弄走我家钱的一半。白小玲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个钱放在基金里是什么？你不用告诉我，你说了很多次，我也听了很多次，我听够了。我不听解释，只要结果。3年900万，你能不能做到？我觉得。我出事之前，是你帮我把车送去保养的。刚刚保养完的车就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。白小玲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你是觉得我会害？我知道你不会害我，但如果你不答应我说的这3点，我们现在就离婚，而且我会对外告知你去保养车的事情。曾大师，你老婆出车祸残疾就被你抛弃，而且车祸的原因也令人浮想联翩。
你的人设、你的面子、你的声誉，会怎么样呢？白小玲，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？我过分？我是千万富翁的女儿，你是什么？一个靠钱砸出来的假大师，跟我结婚，直接让你少分到20年，你觉得谁过分？我最后问你一句，3个条件，你能不能做到？好啊，就按你说的做。拿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这就叫多啊！你知不知道我陪白小玲逛一个菜市场，她买了1000多呢。你现在都已经发展到陪着人老婆去逛市场的程度了，你不怕曾杰知道了修理你啊？我坦坦荡荡的，我怕什么？哎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你是白小玲这样的有钱人，你去了菜市场买了老公爱吃的鱼啊、肉啊什么的，但是你老公晚上有事不能回家吃，那你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冰箱里边呢，还是拿去喂狗啊？放冰箱里啊。可白小玲拿去喂狗了。看来有钱人的生活和咱们就是不一样。之前曾杰在华家村的时候，有一个富婆去找过他，我旁敲侧击了一下白小玲，不是他吗？这曾杰可以啊，总能遇上富婆。哎，凌芳那手机号怎么打不通啊？我前2天又去了一趟华家村，打听到了凌芳的老家，也是农村的，但跟曾杰不是一个地方，离得挺远。怎么着？还打算去看看？反正都到这步了，去看看可能有发现呢。去归去，但你要记得。哎，我知道，合法合规。我什么时候跟你闹过事儿，添过乱了？昨天也不知道是谁被派出所给拘留了。喂，人有的时候应该多吃少说。凌芳，你是在白小玲出现之前，还是出现之后死的呢？跑车富婆不是白小玲，那会是谁？你这是在干嘛？看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在你家旁边拍东西，就顺路过来看看呗。哎，你今儿让我帮你演的戏是干啥？你在调查这个女的呀？这投影仪又是干嘛？房里需要一点灯光，就当是个氛围灯。你放反了呀！反了呢？说不定它才是真的，我们世界才是反的。这不是你前女友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小薇失踪了。失踪？你不是去年就被甩了吗？我怀疑她去年就失踪了，而且很可能已经不在了。大辉，你别吓我，我知道你是做悬疑探案推理视频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是画呀，我还以为是印刷品呢，画的可真不错。你好，帮我问一下你们老板，这幅画要买下来。你为什么买仿制品啊？应该在100到200之间。什么之间？你这是干嘛？我有一段很不为人知的过去，想听吗？是不为人知呢，还是不看啊？
不为人知，也很不甘。从大二开始，假期我就没再回过家，在一个做手工画的村子里打工。那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一个村子里建了10几间的画坊，家家都以此来谋生。从村头起是梵高、高更、毕沙罗，拐个弯就是莫奈、雷诺阿，再往里面走是德加和马奈。哦，还有一家做达达主义。一个小小的村子里，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印象派大师。老板来碗不夜。村口的小卖部，大家平时习惯记账。这个老板娘的账单里，全是各种大师的钱款。莫奈欠350，高更欠400。谢了。记账嗦。当时我在莫奈家，基本就只画日出这一幅画，别的画销路都不好。这个画室人多的时候，足足能有20多人啊！我是这里画的最快的，因为我可以一次画2幅。画一幅画，我的工钱是150，赶上假期的时候，能画个几10幅，周末通宵不睡，也能画出2幅来。我的学费、生活费都是这么赚出来的。所以，这幅画是你画的？当时我大4保研，正在为读研的学费发愁。我父亲就住院了，医生说，想保命的话，40万，哪儿那么多钱呀？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画满2000张，把这个钱给赚。那是我在每一个画上都留下了一个编号，所以我觉得这张一定是100到200之间。这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干这种活儿，最开始画的时候画得非常仔细。100到200之间的时候，其实人会非常的疲惫，所以画的也会非常仓促。可是200之后呢，会越来越熟，反而线条会越来越流畅。所以100到200之间，应该是最差的。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这段过去。这段很酷啊！我知道，可强者不需要卖惨的。你到了，你在下面等我。美女儿，把嘴闭上。给你准备好了，以后别叫我妹夫。赶紧走。着急赶我走噻！屋里头有别个？哪个？怕我看到还是怕看到我？可以噻，天天都换新花样了。别给我胡说八道啊！哪个胡说了？你跟我妹儿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说啥子嘞？哪次不是我帮到你的？
哎呀，你有那么多的老相好，我只有你一个噻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拿着钱赶紧走。那我下次再来看你噻。收到一件礼物，很特别。一件普通的作品而已。这个是发簪吧？从小到大都没有人专门给我做过东西。哎，你还刻了句话。欲寄彩笺千尺素，山长水阔知何处。就你一个字都认不出来。我是用古篆体写的，你知道意思就好。我搜索呢。晏殊的诗啊，想给我的心上人寄一封信，高山延绵碧水无尽，又不知我思念的人身在何处。你不知道我在哪儿，你怎么给我寄的东西啊？你知道我是说的是你吧？你在哪儿呢？荒山野岭。哎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真是在荒郊野岭。你去那儿干嘛？刚刚杀了个人，准备要处理尸体呢。让我猜猜啊，你是不是在挖做陶瓷的那些泥呢？真聪明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应该也快好了吧？那要不要一起吃饭啊？好啊，哎，正好我朋友开了间私房菜，还不错。行，吃什么都行。那好，那我让他给我们留位置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，我先去洗个手，菜也是让老板准备完了。我妈要来看我们，看你，别带上我。没必要这么说吧？我知道你和我妈一直挺不和谐。用词没必要这么体面啊！我可以一直包容你妈，是你妈对我始终不满，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这么仇视。哪有什么仇视啊？你总是要把问题尖锐化。你理解一下，她就是个没见识的老太太，你没必要和她较真儿。我较过真吗？从结婚起，我对她什么时候不是尊敬有加？没办法，你也说了，她就是个没见识的老太太，但我不是一个没见识的媳妇儿。从你认识我的时候就知道我不是，难道这要怪我？不可理喻。曾杰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最好想清楚，我哪里不可理喻了？结婚的时候，你妈和你们家那么多亲戚过来，我爸妈是不是都安排了酒店？连那些你叫不出名字的什么叔什么婶，全都安排到了5星级，给你妈订的更是行政套房。结婚后，你妈哪次来让她受委屈了？家里一直都有她的房间，每次来，床上用品我换的都是新的，家里也有钟点工，让她做过一点家务没有？你是不是觉得非得找个没见识的媳妇儿，天天跟你妈斗就可理喻了？我的意思啊，是你可以再包容一点。
还要我怎么包容？你妈怎么不知道包容一点我呢？每次过来都要跟我说你以前多么优秀，多么出色，全村的骄傲，全镇的榜样。她一次一次跟我说这些，是真觉得我配不上你，还是担心你配不上我？好了，我们不吵了。我知道，你对我妈一直都挺好的，但你也知道，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家境，我妈带大我真的很不容易。我知道啊。你经常跟我说你妈带你有多辛苦，你努力奋斗就是要报答父母，让你妈晚年幸福，这些我都理解。不过曾杰，你妈带你不容易是因为你家穷，我妈带我容易是因为我爸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拼命赚钱。你现在是大学教授，是受人尊重的大师，你不能还是这种你穷你有理的思维吧？行，我不说了，行吗？你就当演个戏，反正我妈这次来也待不了多久。行，演戏呗。反正现在也都是在演戏。他什么时候到？订的晚上的火车，明天上午到。你明天要上课吧？那我去接。你？算了，忘了上次你去接她，折腾成什么样子。我妈提了3个包，还得给你推轮椅。你过不了天桥，到不了网约车的位置，你和我妈在火车站门口站了1个多小时。哦，是我妈站着，你是坐着的。弄得我临时从学校赶出来，课都没调，只能让学生自己画写生。还是我去接吧，我跟系里调下课就行了。那好，上午我去买菜，中午饭弄好，我等你们。你为什么总是要出去买菜啊？叫上门的不好吗？我喜欢去菜市，不想整天闷在家里。我不是不想让你太辛苦吗？这周学校副高评级考核，忙死了。你要不说我都忘了，曾大师还是副教授呢。来，妈。哎，你放这，我来拿。妈来了，先过来吃饭。我早上专门找了做饭的阿姨，都弄好了。这么多菜呢，妈，先坐。哎，妈，我专门做了您最爱的煎蛋汤，先喝点汤。坐。哎，对了，老公，哎，我买了1箱饮料，在超市呢，钱已经付了，你去拿一下。啊，行，妈，那你先吃啊，别等我。快点回来啊！哎，好。妈，您先喝点汤，放这儿吧。怎么从一进门就一副死了人的臭脸？你给谁看呢？你看我怎么捅死那个不要脸的泼妇！你看我今天捅死那个不要脸的泼妇！来，快点把我捅死！你以为我不敢捅死你吗？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死吗？你不是一直想让你的儿子换个媳妇儿吗？到时候找个孝顺你的，逢年过节都去监狱去探视。闭嘴！把我捅死，你就能换个儿媳妇了。到时候还生不出来，你就知道是谁有毛病了。闭上你的臭嘴丧门心！妈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老公，我刚刚把头洒妈身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妈，先冷静，把头。别听他胡说八道。小气。是他先我知道，好，妈。你看他脸上那血，都是他自己弄的，不是我给他弄的。老公，是我自己弄的。妈，先冷静。可在扔糖的时候我没接好，付快妈。你还敢胡说八道是吧？先冷静点，妈。妈，你的臭嘴！老公，你好好劝劝妈。你当什么好人？你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小气，你再好好他妈试试！别闹了，妈。我真不是他那样的儿子。
我跟你说，你都不知道啊！你刚一出门，他就给我一耳光，我还没回过神来，这边又扯起来给我一耳光，还抓起我的头发，把我按在桌子上打呀！不可能嘛，他又站不起来。哎，你还不信是吧？他还拿起杯子敲碎了要捅死我呢，然后我才拿刀。好妈，都是他的问题，都是他的。儿子啊，我跟你说呀，这个婆娘不行，她太歹毒了。这个婚呢，你必须要离。你现在是艺术大师，又是名人，他这个德行哪配得上你啊？等你把婚离了，重新找一个对你好的、性格好的。你看你现在功成名就，人又帅气，你还怕找不到吗？妈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舍不得他？他不就是屋里头有点钱吗？哎，你知不知道他那个老爸现在睡到床上起不来了？为什么？报应，为富不仁，老天都要收拾他。哦，对了，他刚刚跟我说什么？如果你把婚离了，再找一个，如果还生不出来的话，那就知道是哪个的问题了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妈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婚我是肯定要离的。以前他还可以，各个方面跟我配得起，现在不行了，我哪能跟他过一辈子呀？那你抓紧啊！你还在等什么嘛？妈，来的路上不是跟你说了？最近我学校要评级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很快就是正教授了。哦，所以这个节骨眼上我不能出乱子。如果这个时候我的后院起火了，会影响我的前途。我知道了啊。别杀气啊！等我评级过了，尽快处理这件事情，好吗？那我们就说好了啊，等你离了婚，他那个钱还有这个房子你都有份的啊。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我都咨询过了，你一定要分一半。儿子，你要知道，你是我们村里头最厉害的，在县里头也是最棒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是条龙，就他那个白小玲不知道好歹，他就是没那福气跟着你，你喊他滚，好，妈，好。那个，咱们去喽。你要找他呀？我要去说说他的呀。好啊，不去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知道，事实肯定不是我妈说的那样。不，你妈说的都对，她说的全是事实，她绝对不会添油加醋的。我了解我妈，她说话的确容易夸大其词，但是在这件事上，没有但是。曾杰，你要相信含辛茹苦养大你的妈妈，她绝对不会夸大其词的。好，我们不吵好吧？首先，我没有说你们谁对谁错，错的是我。现在我妈非得要走，那你的意思是让我走？我没那个意思。那我现在收拾收拾去我妈家，让你妈继续在我的房子里住着，陪她的儿子，好不好？你不用叹气，我马上叫车。是我妈铁了心要走，我给她订票。我先带我妈去吃个饭，然后送她去车站。家里，你找个钟点工收拾一下吧。
大姐，请问这是林芳家吧？林芳死去了。我知道，他家里其他人呢？哎呦，哦，他家里面只有一个哥哥，成天都没在家。这林芳死了多久了呀？死了4、5年了，在外面打过中途他哥哥还去看了他的，说啥子生病死了的，而且人也没带回来的。那你知不知道林芳当时有没有什么对象？对象他都结婚了的嘛。结婚啊？哎呦，就在他死的前1年，他回乡办了几桌酒席。哎呦，林芳本来家里面都穷得不得了，他那个对象也穷。到结婚的时候他那个对象连彩礼钱都拿不出来，把他哥气得了。你看看他对象是不是长这个样子啊？我认不到，你去问他哥哈。那你知不知道林芳他哥是干什么的？按照你们城里头说法，我现在是自由职业者。那你不种地的吗？种啥子地哟？种地上起个险喽，租出去了。那你就什么都不干了？现在就待着，准备创业。你说是林芳的同学，我咋个没见过你嘞？以前确实没见过大哥你。我妹儿都死好几年了，你找我做啥子？我是来找您打听点事儿的。这林芳是怎么死的？我妹儿命不好，10岁的时候，我妈、我们老汉儿都死了。上完初中就去打工，20来岁就走了。林芳她不是结婚了吗？是啊，找了个男的，穷的要死，彩礼都没给。我敬酒他那么久，分钱没得到。跟他结婚的是曾杰吧？你认到他？听说，艺术家嘛。是哦，人家可不是村里头的娃娃喽，现在是啥子大师，人中之人喽。那林芳和曾杰是哪一年结的婚？有个4年了。我妹儿是15年走的，摆酒不到1年，我妹儿就走了。哎呀，我农村头订婚先摆酒，2个人也没来得及扯证，所以人家郑大师就算是再结婚，也不算是2婚。那您和曾杰现在还有联系吧？人家是大学老师，哪个还认得我哟？嗨，怎么说也是你的妹夫，怎么就不认了呢？这林芳是怎么走的？你不是他同学吗？你不晓得他有先天心脏病噻？哦，对，大哥，那这个曾杰对林芳好吧？咋个说嘞？要是不好，我妹儿凭啥子嫁给他嘛？咋都要嫁，就算没得彩礼，我不同意，还要跟我断绝关系。要说好嘛，我也想不起来哪个好，反正是我妹总照顾他。曾杰有先天的那个胃病，我妹儿总是换着花样的给他做啥子小米粥、南瓜粥、山药粥、排骨汤。哎呀，要是曾杰这小子女人缘好得很，我妹儿刚刚走了1年就找了个女的，那个漂亮哦。大哥，你知不知道曾杰有没有别的女的？有钱的女的？问那么多他的事做啥子？跟你有啥子关系？嗨，我是随意问问，这不是女人缘好吗？羡慕。你就是路过哈？对。没啥子事情，我先走了，找我婆娘去了。来，包。来。谢谢。看婆娘去喽。你叫谁婆娘呢？李珊，你要不要点脸啊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
我可能这辈子我都下不了床。你别再浪费时间了。你要是下不来床，那不只有我来帮衬的噻。你的那些个亲戚有几个来管你噻？不就只有我嘛？除了我，还有哪个关心你的？谁让你管？哎呦，我晓得你是想我爬起，可哪个让你现在动不了噻？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现在呢，你先吃饭，吃完饭我再帮你做操。不吃。哦，对了，医院的费用我已经交完了，都交了半年了。谁让你帮我交钱的？好好听医生的话，医生说了，你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。再说了，我不给你交，给哪个交？你是我婆娘。你滚，林珊！我都说了，我的腿是治不好的，还花钱，你是疯了吧你？赶紧滚！好了，我晓得你是想让我爬起。现在呢，你先吃饭，吃完饭做完操，我就爬起喽。吃嘛。那个灵山你熟吧？嗨，一个村的又经常来，你说能不熟吗？灵山这人怎么样？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我是林芳的同学，出差路过这儿来拜拜他。啊，灵山呐，人不坏，都是，嗨，哪个村都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娃娃儿。父母走得早，家里头又没得钱，都拿点地，也租不到几个钱。早些年呢，还到外地打了下工，放不下他妹娃儿，又回来了。他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？他那就有啥子婆娘哦？啊，张小红，那以前是我们镇的一枝花，前几年呢到南方去打工。听说啊，在夜总会里头干。前年子，从楼梯上打下来了，一打成个偏瘫，回来都在医院头住起了。灵山呢，的确是喜欢他，还左一个婆娘，右一个婆娘。我看他过一下嘴瘾而已。这样。老板，这幅画是灵山给你的吧？是啊，他跟我说那个是啥子世界名画。前几年呢，他在我这儿赊账，赊了几百块钱，然后都拿那个给我抵的。几百块钱你赚了，这画要是在外面买，最少得上千呢。谢谢老板。我是林芳的同学，林芳是灵山的妹妹。我出差路过这儿，顺便来看看。哦，我知道你。啊？我天天看你。大灰灰，真相背后的逻辑。哎，好尴尬。原来我这么出名。你是认识林芳还是认识灵山啊？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做案件分析呢？你分析什么呀？分析哪个案件？哎，不用管他，他是个植物人。来，拿椅子坐。坐。啊，说不了话了。我今天来啊，不是分析什么案件，我是来查一些事情的，不知道你能不能？能。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查什么？啊，林芳是怎么死的？心脏病死的呀。他死的那会儿，我还在南方打工。我听说他那会儿也在打工，心脏病发了，人就没了。那你知不知道林芳有一个办过酒的男朋友？听他哥说过。也是农村的，后来出人头地了，成了人上人。哎，林芳就是没有这个命，所以得走。按你这么说，林芳的死和她男朋友没关系？那能有啥关系啊？哎，你是来调查这个事儿的？她男朋友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有什么问题啊？我现在还不知道，我能查到的没有多少。会不会是？林芳她男朋友后来出人头地了，嫌弃林芳配不上他，所以他们两个就……咱们这不是编故事啊！我知道，
你不老经常说那个吗？真相背后的逻辑。对。那你找过林珊了吗？他跟你说的差不多，也没说一些别的什么。冒昧的问一句，你这是？我这也是命不好，怪自己。我这样的人，只想不顾一切的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不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最后什么都没有。我17岁就去了广东打工，当场内不挣钱。后来过了2年，朋友推荐我去学舞蹈，然后我就进入了一个舞团，不是那种 idol 什么团，就是很低级的那种。我们偶尔去一趟大公司参加一下年会什么的，那都是大活。平时就在夜总会里跳跳舞。一个普通出身的女孩，没有学历，没有家世，只有一身皮囊，又有什么用啊？遇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对我好，就以为是真爱。所以他抛弃了你。他之前說過，如果拋棄我，就去跳樓。你跳落去係解決唔到問題嘅，崔氏。大家都係成年人，你唔好咁幼稚啦。我屋企你又唔係唔知嘅，我爹哋媽咪係絕對唔會俾我娶你㗎。你當時唔係咁樣講㗎。我係話如果啊嘛，假設嚟㗎嘛。咁願望係美好㗎，我哋可以一齊向住呢種美好嘅願望一齊努力㗎嘛。就算我屋企安排我同其他人結婚，我哋依然可以喺埋一齊啊！我可以每個月俾5萬你。你覺得我會同你甜咩？咁我哋唔講動機，講現實啦。你一個家庭一般嘅女仔，你又冇大學文憑，你點樣揾一個月過萬嘅嘢做啊？我解決啦，我可以照顧你，令你衣食無憂，經濟冇負擔。最緊要我哋兩個可以喺埋一齊啊嘛，係咪？崔氏，咁樣叫做係咪一齊啊？你咁樣係讓我做小三去認真啊！我唔係咁嘅意思，我好，你聽你屋企人嘅說話，揾你嘅門當戶對去啦！唔好啊，崔氏，唔好啊，唔好跳啊！真跳了？其实我就是图他钱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不用住宿舍，我不用跟好几个人挤一个厕所，我可以不用便宜的化妆品，不用天天惦记着我什么时候可以买打折的东西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里，我差点都要忘了，我家是在这个镇上，这个村的。我不是 Tracy， 我是张小红。我在家里是要喂猪，我是要下地干活的。他给我买的那些高档的进口的足部护理乳液，只能够把我脚脖子上的那些泥给洗掉。我不该异想天开，更别想着靠一个男人改变命运。笑话！看来还是灵山对你好啊。他就是个傻子。你是崔喜的谁啊？我是他哥。哼，那你找我干什么呢？警察都说了，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的了，就是因为分手了，他想不开才会这样子。不过呢，好歹也在一起过啊。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，我还是愿意给他一点资助的。啥子意思啊？耍完提起裤子就想走噻？哼！兄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房子是我给他租的，每个月买衣服买包都得花好几万呢。他家里有事情的时候，也是我给他钱搞定的。你现在分手了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还愿意给他人道主义的资助，我算是仁至义尽了吧？我这个前任男朋友做的没有毛病吧？
这卡里有10万，给他。有10万。老子弄死你！打死他！老子们弄死你！打死他！滚开他！我这2年待在这个医院里面啊，花的怎么也得有10几20万，我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弄来这么多钱。我出事回到家以后，家里人没人管我，只有灵山一直在。他管你叫婆娘。我要是能站起来，我肯定当他的婆娘。这些年，我早就想清楚，自己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。但我知道，我好不了的。去上海、北京做我这个手术，手术费得上100万。我就想灵山他别管我了。他这一辈子，爹妈早早的走了，妹妹也走了。你说他再摊上我这么一个残疾，他这日子还能是日子吗？大灰灰，你做案件分析，你带上我一起做呗。啊，带你？啊，我平时最喜欢看这种悬疑推理剧，还有你那种视频，我看了好多好多。你带上我能帮你分析，我还能帮你写文案。我现在闲的就是有时间，我闲的都要长毛了。我考虑考虑。你放心，今天你来找我的事，我绝对不告诉灵山。好啊，好啊。怎么样，我懂吧？你跟我说说。你在调查什么？我不知道怎么称呼，是小红还是 Tracy？ 就这个大城市取的名字 Tracy。跟我说说，调查啥呢？Hello， 曾大师，心情有多糟？我妈上午来的，下午走的，你说我心情得多糟？那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，边吃边聊。婆媳关系是最难的艺术，你知道我认识的人里面处理这种关系最好的人是谁吗？是我爸，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特别简单，就是不让我妈和我奶奶长时间的待在一起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跟我妈没法一起生活了。你想好好生活，就得保持距离，就像我们一样。你喜欢我，不仅仅是因为我聪明、漂亮又年轻，还是因为我们见面的次数本来就比较少。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在一起的话，说不定你会发现我身上一堆的踪眼。而我也会在你身上发现无数的缺陷。哎，你别为这件事烦了，反正你们也已经准备离婚了。当时小生振臂疾书，请来白马将军，企图今日一席之宴。你在找什么呀？想找本书看看。刚才
什么书啊？没想好呢，反正看看书会让我心情好一些。你那书架上面的书都太晦涩了，你想要心情好的话，不如去网上找爽文看啊。我不会逃避现实。那是因为你的现实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。不，是因为我的来不易。哥，真的是意外啊！哥，你怎么打我都行，哥。哥，要是能死你，啊！我妹儿，我就这么一个妹儿啊，没给彩礼就算了，他才给你1年多哎，我还指望你过上好日子带上他嘞。才他妈1年多。哥，3个1万了，哥，相信我，真是哥，你这辈子都是我亲哥，我以后挣大钱，我好好孝敬你。你能赚啥子钱？哥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看我的作品都已经获奖了，我就赚大钱，到时候好好孝敬你，哥，我好好孝敬你。你给我爬起！我还指望你赚钱，我妹儿所有积蓄都给你了，我还指望你养我。哥，相信我，你看现在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。你看我已经都留校了，我的作品也拿奖了，那不很快就能赚到钱了吗？都给你花，哥。我问你，我妹儿现在在哪儿？你给我带回来。我忘了呀，哥。当时在山里采风，他不知道吃什么东西，一下就不行了，我没办法走。你敢把我妹儿扔到山沟沟里头？埋了，哥，埋了。我当时可能把他一个人扔山里啊，哥。埋好了。我错了，哥，对不起，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带小芳去山里采风，这山里出事。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！一点办法没得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噻！不是故意的，哥。这么长时间，1个月，我不找你，你打算好久跟我说？我也怕呀，哥呀！我对不起小芳，我对不起你啊！我后悔啊！我妹儿是心脏病死的，突然病死的。就是这样。他是在外地死的。是，哥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你跟我回老家，给他立个坟。肯定啊，我肯定会给小芳立碑，我一定要给小芳立个碑，我一定会给小芳立回。我告诉你，曾爷，老子这是在帮你。你以后晓得咋跟外面啷个说没？老哥，你放心，对外就这么说。月底给我立个坟，不管尸体回没回来。好，我知道，哥，一定的。月底之前一定立好，一定把它立好。哥，我知道了，哥，一定的，我一定找办，一定找办。再给我准备10万块钱。行，哥，我都听你的，月底之前准备好。我告诉你，10万块钱解决不了这个事。
户籍上林芳到死都是单身，起码他没领结婚证。农村很多都这样，都是办个酒就算数了，好多都是生了孩子以后要上学才去补办手续的。这不能说明什么。林芳死的时候，曾杰和白小玲还没有结婚。你不觉得林芳死的时间很蹊跷吗？所以你觉得，曾杰为了和家境更好的白小玲在一起，杀死了林芳？那哪叫家境更好？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那你怎么解释林珊？难道他不会有一点怀疑？根据张小红的说法，林珊这2年都给他花了10几20万呢。但是这2年，林芳死是4年前。那你说这2年林珊10几20万哪儿来的？所以这一切还得去这灵山那边查才行。够厉害的你，去了一趟林芳的老家，随便一打听就知道这么多消息。哼，我装备齐全呀。什么装备？哎，你看我这一身的打扮。不，你跑这个地方来干嘛呀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知道，对面那个地方就是酒吧街。我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的时候，去了一家中介公司，就在那儿发的传单。 7年前，我在全省警校学生实战竞技比赛中拿了第1名，我当时特兴奋。是，我第一个告诉我哥。我哥跟我说，等他出完任务带我去吃宵夜。我等到了天亮。那一夜，我哥牺牲了。 就是在这条街上。没什么，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他和我在一起。你再说一遍。婚前协议我已经签好了，你把名字签了就行。你的钱，你家的钱，以后都跟我没有关系。万一有一天我们2个真的出了问题，我净身走。你不用这么严肃吧？你别笑，小玲，我知道你不在乎，你全当签了他，让你爸爸安心。他虽然没说。 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他还是担心我奔着你家财产去的。曾老师，你这么说我就生气了。我要脸有脸，要身材有身材，你跟我居然不是图我的美色。小玲，美色我已经得到了嘛，那我也得让你爸爸安心才对啊。再说了，过不了多久，我肯定比你爸爸有钱。 那我更不能签了，不然我怎么图你的未来？和他恋爱半年多，他现在对我可以说非常满意，甚至很依赖。因为我是个大学老师嘛，我不。刚跟他在一起那会儿，我还是个助教，也是上个月。 考过了副高，我又拿了2次国际大奖。当然，这一切也少不了娟姐您曾经对我的支持。和他交往的过程里，我做的也算挺体面了。其实最开始的时候。 我有好多次机会和他独处，但我都选择了尊重他，所以，就态度上，是奔着正式交往、以结婚的目的去的。现在呢，遇到了一点小问题，我见过他父母了，他爸爸是个商人，特别有钱。虽然他没跟我说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他对我还是有警惕的。
他担心我是奔着他家财产去。您说，我也不能跟他爸爸说，我是个做艺术的，我真的不在意那些财产这种话。你不是吗？娟姐，您是我唯一能说真心话的人了。我就直说了吧，如果我能跟白小玲结婚，我就不用过以前的苦日子了。而且她又年轻又漂亮，这种机会我不能不抓住吗？就是现在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才能更有把握。找律师，签一份婚前协议，不管任何情况下，他和他家的资产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你们两个以后离婚了，什么情况下都是你净身出户。啊？说的再多，都不如签一份协议来的实在。是。可是……没有什么可是的。如果他真的是单纯善良，够傻够瞎，你这么做他是不会签的，而且他会为了你跟他父亲抗争。万一他真签了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就算是他签了，你也会有其他办法。他的父亲既然很有钱，那就不会傻的。不管你签不签，如果他答应把他的女儿嫁给你的话，他一定会做好提前的资产隔离。所以呢，不如由你主动提出协议，把它变成这桩婚姻的敲门砖。没什么可纠结的，想成功嘛，总得一步一步来。Within the turnpikes, there's a bright view. Some whispering out loud and 不管哪来的自信啊！说什么2012年不买房，未来肯定后悔。你说他是不是有病啊？我们才有病啊！读了那么多年书，大学都已经毕业了，还在做发传单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活。别抱怨了，现在工作多难找啊！再说了，咱们这个好歹是有点底薪的嘛。底薪就是限制我们年轻人最大的枷锁，你知道吗？嫂子，小回家啊！现在这么早，直接去把喝酒。今天晚上不醉不归。走。啥子？记错时间？不，你没记错时间，你记错的是你有女朋友这个事情。你现在不得了，跟我约会还敢吃？你说你嫁个锤子噻，哪有娶亲不要钱的？你这样叫白给，你晓得不？你不要叫我哥，我告诉你，我娶婆娘不要钱的，哪个婆娘不要钱？我真不晓得你在想啥子。你不要叫我哥，大哥，你选我做法律顾问，您太明智了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谁敢仿您的产品，我弄死他，都死。谁敢你想仿谁，您随便啊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草绒第一，您的这猪饲料全省第一，全国第一。哎，好，来，我弟，全省警察竞技大赛夺得第一。你不是一直不想让你弟当警察？没办法，我们家人啊，都得穿上这身衣服。盯紧点啊，今晚争取早点下班，带着我弟小叶去。你知道曾杰的事情？晓得。走，细说说。还有几个别后没留在草原市的，光我晓得的都有7、8个。看来这家伙还真是没闲着。衣冠禽兽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怎么知道曾杰那么多破事儿啊？不怕你笑话我，
我上学时候的女朋友也遭他骗了啊！我前女友去上过他的一次大课，加了微信，被他约起去看啥子展，回来之后都5迷3道的，然后都背着我出去跟他吃饭。后来就这个整洁啊，手段也不咋高明，也都是偏偏学生。上学那会儿男生普遍都穷，他的手段都是花些我们花不起的钱，都把那些女孩给迷晕了。他是不是专挑那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女孩下手？哎，你这么一说，还真的是哈。可是刚刚见的那几个女孩也不像是没钱的呀。现在好多人都一个毛病，都是在装，越没得钱越讲究穿戴，跟我以前一个德行。所以曾杰就专挑他们下手。哎，好像也有不一样的。我听说，只是听说哈，我们学校陈校长的女儿跟他也有点关系。校长的女儿，好像叫陈雨禾，长得不错，在学校里头有个闲职。好像他跟曾杰的关系也不清不楚的，他肯定不属于那种经济条件差的。哎，哥们儿，你仔细想想，有没有跟这个陈雨禾比较熟的呀？我打听一下。好。哎，兄弟，你想搞曾杰，是不是他也骗了你女朋友啊？你上哪儿找的这哥们儿？我混进了草原大学的校友群，从里边认识的。哇，这哥们儿对曾杰可是恨之入骨，他的前女友还有他暗恋过的那些女孩，都跟曾杰有个关系。哎，晚上值班喝不了，接着说。所以你结论是什么？曾杰基本上就没闲过，他勾引的女生实在太多了。我相信啊，这个男生知道的也只是一部分，但这一部分女孩都有一个共性，家境都不好。对，这些女生，刘薇，包括我们之前查到的林芳，都是普通人。他玩弄抛弃的也是这些人，他靠着自己的身份地位，再加上一些小恩小惠，诱骗这些年轻初入社会的女孩，还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好人。林芳应该不算吧？曾杰那会儿还没发达呢。但是他老婆还有你说的那个富婆，的确都是有钱人。还有陈雨禾啊，她是校长的女儿，她就是这样，对有利用价值的女人长期哄骗，对年轻好骗的女孩就玩弄抛弃。我跟你说啊，她这已经不能叫渣了，这是坏。而且他很懂女孩的心理，所以他才挑这些比较单纯天真的女孩下手啊。他知道急于在社会上立足的女孩最需要的是什么，他知道怎么哄骗她们最有效。所以你觉得这些被哄骗的女孩浑然不觉，没有反抗，也没有报复，但是刘薇反抗。还有林芳，我一直觉得林芳的死跟曾杰脱不开关系。不能你觉得？我知道，讲证据。哦，对了，你给我发的信息里提到，曾杰读研期间去过日本。是啊，之前就有一个女孩子是被他骗去日本。等会儿，读研？你说的那次带女生去日本是3、4年前，但其实他一共去了3次，前2次是在他读研期间。按理来说，那个时候他应该很穷，很缺钱，也就是和林芳在一起的时候。他不是和林芳一起去的，跟谁去的不知道，不过林芳没出过国。跑车富婆。哎，那你觉得曾杰有没有可能和富婆一起去？你不觉得你现在调查方向很混乱吗？你查曾杰那么多过去干嘛？调查这种事情就是要深入了解对方。如果我们清楚了曾杰的秉性，就能推导出他为什么实施犯罪的行为逻辑啊。我看你真是推理视频看多了。错，我不是看多了，我就是干这个的。虽然我目前的粉丝不太多，但是你不能质疑我的专业呢。还有啊，我这个视频，等会儿，你看，粉丝来电。喂，水姐啊，啊，电话里不能说吗？那明天下午。行，好嘞。粉丝想见你。对于林芳，他有他的一些推断，还有逻辑分析，要跟我聊一聊。我明天下午过去找。厉害啊！这粉丝跟你一个专业的。我们都是业余的，你才是专业的，大神。哎呀，我要出去办事，顺便来喝杯咖啡，马上就走。你跟我说干嘛？我又没约你。这不是碰巧遇见了吗？我每天都在这儿，遇见我有这么巧吗？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啊？你问，我不一定答。你每天这么出来，你老公都不管你的吗？他就那么放心你啊？
我的所作所为，难道不应该让人放心吗？啊，那你也这么放心他？我和我先生的事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先生是艺术家，是草荣大学最年轻的教授，崇拜他、喜欢他的女人自然会有很多。你不介意？我会介意别人比我好，有必要介意别人不如我吗？有道理。你问这个问题是对我先生感兴趣，还是对我感兴趣啊？我就随便问问。好，那我也随便问问。上次你好像提过，你前女友失踪了，现在找到没有？你好像说过你对她也没什么感情了，对吧？对，你记性真好。但是我还在找。为什么？我不希望她就这么无缘无故的消失了。是不希望她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，在我的生活中消失，真无所谓。你老公会来这儿找你吗？你最好回避一下，免得我还要解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在附近办事儿，就顺路来看看你。还有朋友啊？一杯手冲，一杯冰拿铁，有时候我还会点一杯牛奶，坐一下午呢，经常喝好几杯。要喝自己点。平时都是一个人坐这儿啊？当然是一个人，不一定都坐这儿。也没约朋友什么的？约朋友干嘛？帮我推轮椅啊？我不也是怕你无聊吗？其实你平时可以叫一些你的闺蜜啊，陪你逛逛街什么的。我都不想带着自己这个累赘，哪好意思再麻烦别人啊？所以最近你都是一个人，没见过别人。咖啡厅里有店员有客人，我在路上也和无数人擦肩而过，怎么可能没见过别人呢？我是想说啊，曾杰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直接点吧。前段时间，你突然就提起了刘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突然想起她。怎么就突然想起她了呢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忘了这件事吧。以后谁要是再提起来，就当是不想过了。这个烂事就烂肚子里吧。不想过了。我只是好奇，一个1年多都没有提起过的人，怎么就突然想起来了？到底是什么事刺激你想起来了？还是有什么人让你想起来了呢？别气嘛，
我只是没想明白，我也不想提起他。那你还提？刘薇之前有个男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知道，刘薇跟我说过，她之前男朋友是一个做视频的博主，叫大灰灰。做什么视频的？要不要我去看看？总归那件事是解决了，不可能再成为我们俩之间的疙瘩。再提他，对你，对我，可倒不是什么好事啊。今天是你提的，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再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。影响了吗？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值得被影响的？曾洁，我并不觉得你真的在意我们的生活。是不是有什么事影响了你的生活？我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在工作，没什么可影响。那就好，希望不要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影响了曾教授的工作。我说错了，曾副教授。急死了！该忙你就去忙吧，别耽误工作。谢谢你顺路来看我。晚点还要再来接你吗？你晚上不应该在工作室加班吗？不用麻烦你。好，我去帮你把单买了。他天天都来这儿吗？是啊。每次都是一个人？对。牛波，用得着这么刺激，弄得跟偷情似的。你几点有事？我晚一点也问题不大。好，那我们聊聊。聊什么？把衣服换了，换个地方聊。去哪儿啊？我先生在路边停车，你看到了，你认识他，你在调查他，你接近我也是为了调查他。是。你前女友叫刘薇对吧？她和我先生是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确定他们有关系。刘薇告诉你的？我自己分析的。这是一件我先生获奖作品的模仿品。这是刘薇做的。我虽然不懂陶艺，但这个瓷盘做得很差，所以刘薇不可能是我先生的学生。他不是啊，但是他跟我说过一些话，追求完美，趋于完美，陶艺不能有尊严。根据我的逻辑，他一定是遇到了一个给他那些观念的。可能他听过我先生的课或者讲座。可他失踪后不久，曾洁在水源村的工作室就失火了，烧得一干二净。我先生工作室失火那天我在现场，确实是个意外。意外是可以制造出来的。没错，但那天好多朋友都在，他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纵火。我冒昧的去拜访过你先生，但是什么都没查到。可小薇确实失踪了，我不得不从曾洁开始下手追查，所以我知道他很多事情。很多事情？对，他在婚内有过多次出轨。这么说吧，他基本上没闲过。他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的家世，他是为了你们家的钱。我父母确实比较富裕，
他只能靠自己白手起家，很多人都这么觉得。你跟我说过你跟曾杰相识的过程，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他刻意营造和展现出来的，就是为了让你一步步接受。按你这么说，我岂不是非常愚蠢？又或者说，曾杰非常的高明。你知道林芳吗？谁？你不知道？她是画家村的业务员，条件一般。她是曾杰之前的女朋友，又或者说，是他之前的老婆。你在开玩笑吗？在农村，结婚前都要摆酒，这你能明白吧？哎好，哎呦，来来，恭喜恭喜！哎吃，好嘞，好。来，大家吃喜糖。哎，吃喜糖，来。看来你是真不知道。我查过了，林芳已经死了，她死亡的时间正好是你和曾杰刚开始恋爱的阶段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有事，其实是要去见一个可能知道林芳情况的人。我不相信一个年轻健康的女孩会突然死。如果林芳的死和曾杰有关，那我可以更加确认，小薇的失踪也一定和曾杰有关。为什么不报警？这些都是我的推断，我没有证据。所以你凭空推断，我先生是一个杀人犯，还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？我还有一个推断，曾杰是一个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山村的人，他白手起家，想要逆袭改命。在你之前，他认识了一个开跑车的富婆，这个人我还在查，但很显然，他和这个富婆并没有走下去。之后他认识了你，和你结婚，他可以在经济上得到你们家的帮助。从一个普通的大学助教一跃成为知名的青年艺术家，他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你。他跟你没什么感情，所以结了婚之后，他在外面不断的有各种女人。最早你还是健全的人，他不敢太过放肆，怕你发现。也就是在那个阶段，小薇认识了他。小薇性格刚烈，不甘心被他玩弄，所以他不得已下了手。在那之后，他越来越觉得你的存在影响他在外面拈花惹草，所以曾杰工作室失火的那晚，在消防队的报告中，他说他先去3楼找了你，那是因为他以为你在3楼。幸好你不在，如果你在呢，他是会助你脱险，还是阻拦你脱险？要知道，曾杰可是有全套的逃生防火装置的，平常人谁会准备的那么齐全？你从火场中逃过一劫，没过多久你又遇上了车祸。你说过，出车祸之前是他拿车去保养的，对吧？这几天跟你接触啊，我觉得你是个好人。我原本想将所有事情全都查清楚，再完完本本的告诉你。大灰灰，谢谢你为我考虑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你不了解曾杰，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人。可怕的是你身在局中而不知道真相。我是个残废人，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。如果真相真的这么残酷，那我宁可活在假象里。真的吗？你之前一直叫他先生，可是刚刚你叫了他曾杰，这说明你从心底里已经开始相信我说的是真相。大灰灰，我从心里不希望失去你这个朋友。你应该也知道，现在的我根本就没有朋友。曾杰有胃病，对吧？你的调查出错了，他的胃怕是比我还好。明天你还会出现在咖啡厅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让我想一想。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一个认为我先生是杀人犯，还在调查我先生的人。如果明天我没有去咖啡厅，大灰灰，那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多给我一次机会吧，2天，
如果2天你都没出现在咖啡厅，我绝不再打扰你。他说他是林芳的同学，但是林芳小学在村里头，初中在镇上，他的同学都是周围几个镇的，根本就没得这个人，所以啊，就是骗人的噻。哎，但是哦，他穿个那样的衣服，我紧张得很。到底什么人啊？我哪个晓得嘛？最近啊，我在学校评级呢。那就对了，一定是你的对头在搞你噻。可笑，我这事有什么可搞的呀？好，要是那个说的话，那下次再有啥子事情，我就有啥子说啥子了。那你昨天跟他怎么说的呀？他晓得你跟林芳摆酒席的事。不过我说了，摆酒席跟扯证不一样。还有哦，一个我妹儿早就分居了，她都死去有好多年了，病死嘞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不过他今天早上又给我打电话，说明天还想再约我谈一下噻。肯定是找到啥子了吧？你想哦，前几天我还认不到他，这不还是在老家找到我了？奇怪，我跟小芳的事儿都已经过去4、5年了。现在我身边的人不应该知道这事儿啊。要是别个晓得你办过酒席的事，对你那个学校里头那个啥子评级有影响不？不会，影响不大。那要是你婆娘晓得嘞，也没什么事儿。那别个都是来查林芳咋个死的。哥，小芳，你知道的，她心脏病了。心脏病啊？不是我说的吗？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怕喽？不是怕。哎呀，哥。你说这么多年了，该做的我也都做到了呀。我晓得，你是我妹弟儿，我做啥子事情不都得照到你咩？对。再说，我这不是有事情都来找你了咩？是哥。哥。你好好跟我讲讲，那个人到底什么样啊？他是穿个黑色，有点脸色，这个地方带个拉链儿，看上去也就30多岁，个儿头不高，看起来很精神。哥，你看一眼，是不是这个人？哎呀，不晓得呀。记不着了。我前些阵子不是刚给你弄了10万块钱吗？那是修房子的。不过我想搞个正业，搞个养殖场，你觉得咋个样？要多少？前期投入大概30-50个。还差多少？嗨，不用你哈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别啊，哥，你看，你这创业，啊，
我肯定得支持你啊。这钱就当我给你投资了，啊。最近我这口的确不宽裕。过会儿我再给你转5万。手机。都是这个人。哟，对头，都是这个人，你晓得啊？哦，不认识他，但是他的确最近一直在找我麻烦。奇怪，他怎么会查到林芳的事儿？林芳的事，除了你我，还有哪个晓得？华家村的人应该知道，可这事儿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他哪来这么大本事把这事儿翻出来？哎呦，不都是摆个酒席吗？你不说没得事情吗？就怕他死盯着，万一呢？这是2万，我还得换张卡。他肯定是查到我曾经在华家村打过工，这事儿的确不是秘密。他肯定去了华家村，肯定有人得罪了。那他们要是再来找你，哎呀，我晓得咋个说，我好久怀过你的事情了，我永远是你哥。你把后面那个包打开。娟姐，这我……你不是要凑40万吗？你一张张的画，等画好了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不，娟姐。我怎么能拿您这么多钱啊？这钱不在乎多不多，而在乎及时不及时。过几年你就会发现，这40万根本就不算什么，但是现在就能逼死。给你做了山药粥，这2天胃好点没有？加了一点排骨，趁热赶紧吃了。哦，这个给你。我跟老板预走2个月工资，还有之前攒的一丢丢钱，你先拿到去。这2天医院不是催你老汉交钱的吗？你先顶一下嘛。我打算回家跟我哥商量一下，老家的房子应该还能卖够几万块。
没得事，都会过去的。以后都会好的。一定会。晚上我要去到学校见二老师，有点事。要我陪你去吗？不要，晚上我住宿舍，不回来了。要好好睡觉。那，给你水。又胃疼。你说你这么年轻，怎么胃会这么差呀？可能是昨天吃了海鲜吧。你这个胃可要治啊，老治不好，好多好吃的你都吃不了。把你的护照号发给我。啊，我还没有护照呢。那你明天就去办一下吧。办好之后呢，我找人给你弄签证，月底带你去日本。嗯，我们去日本干嘛呀？去吃生鱼片啊。日本啊，是全世界得胃病最多人的地方，他们治胃病的水平很高。我带你去治一下。你说你老是这么疼，也很烦人的。哦哦，给你刚出的新款。娟姐，我自己的还能用呢。能用和用好的，它是一回事儿。哦，啊。